喂，110吗？我要报警，我家墙上长了个生化危机副本，快来救我！透过圆形光门，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破败腐烂的餐厅，地下还有某种液体干涸后的残留。窗外黑色的雨水冲刷着废墟，几只丧尸在雨中摇摇晃晃。远处，某种巨型人形生物的身影若隐若现。关门，关门，给我关上！随着我强烈的意念波动，墙上蓝色漩涡骤然收缩，消失不见。我真是个大聪明，这破天的富贵，果然上交国家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十几分钟后，敲门声响起。是你报的警吗？是的，警察叔叔，你们带枪了吗？哥们，你喝了多少？还带枪？你怎么不问我们带没带手了呀？小伙子，你报警说家里出现了生化危机传送门，还说有丧尸。我知道这听起来像神经病，等会儿你们无论看到什么都千万别动，别碰别靠近，可以吗？当两人看到传送门后破败不堪的世界时，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是全息投影，现在的3D 技术这么厉害了吗？这不是特效，你们等着。说着，我迅速跑进厨房。10秒钟后，我拎着一只活鸡走了出来。看清楚了，我将老母鸡直接扔进光门中。受惊的老母鸡刚跑到餐厅门口，就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身上的羽毛迅速变得焦黑枯萎，并开始发生着变异。客厅内死一般的寂静。呼叫指挥中心，我是编号9527，海滨市幸福家园4栋3020，发生特大未知事件，不是刑事案件，不是火灾，这里有一扇门，通往地狱，请求特警支援，请求防化部队，请求封锁整个小区，快！这是一级生化威胁，这不是演习。重复，这不是演习。原本安静祥和的幸福家园小区，天空中战斗机、直升机来回巡逻，地面警车、装甲车更是里3层外3层。临时指挥室内，林涵，男，24岁，海宁市本地人，自由设计师，父母早逝，无犯罪记录，无精神病史。半小时前，你说你家墙上开了一个门，通往平行世界。我们已经验证过了，刚才我们的技术人员也进去了，用无人机进行了初步探测，空气样本分析结果出来了，除了含有大量未知的病毒气溶胶外，氧气含量、重力环境，甚至大气压强都和地球完全一致，那里确实是另一个地球。那我的房子呢？你的房子现在是国家一级保密现场，整栋楼的居民都已经签署了保密协议，并被转移安置。从现在开始，那里不属于你了，或者说不属于平民林涵了。那我呢？要被切片研究吗？陈国峰那张严肃的脸上，竟然罕见地露出一丝笑容。不，你比那更有价值。这时，只能在军事新闻里看到的赵将军走了进来。小同志，今晚把你吓坏了吧？还好，情况我已经了解了。那扇门你能控制吗？比如开关或者移动？开关可以，我是凭意念控制的，移动不行。而且我能感觉到门的大小，好像和我有关，但我现在还搞不太懂。能开关就好。小同志，我现在代表国家正式问你一个问题：这扇门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清楚，它是危机。那边的病毒如果泄露过来，我们这边就是灭顶之灾。但它也是机遇，一个全新的拥有未知科技和资源的平行世界。你掌握着开启它的钥匙，你打算怎么做？我沉默了。虽然我在报警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答案，但真的面对这种国家级的大佬，那种压力还是让我有些窒息。首长，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那边的东西，我一个人吃不下，所以这扇门我上交国家，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我要国家的绝对保护，不仅是保护我不被那边的怪物吃掉，也要保护我不被某些有心人利用。我只相信国家。林涵同志，你的信任国家收到了，立刻成立一届战略特别行动组，代号星火。林涵同志特招入，授予文职少校军衔，担任星火计划特别顾问，享受团级待遇，及其直系亲属列入一级安保名单。我站在隔离室的玻璃墙外，看着6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光门前准备就绪。各单位注意，这不是演习。陈国峰的声音在通讯频道里响起。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探索，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认环境安全性，其次是收集样本。记住，安全第一。如果遇到不可控的危险，立刻撤回。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右手，虽然只凭意念就能控制，但我还是习惯性的做出这个动作。倒计时，陈国峰下令：3、2。开门！我意念一动，墙壁上幽蓝色的漩涡迅速扩张，一股混合着死亡气息的浓风涌出，但立刻被负压系统吸走。环境监测组汇报读数：报告，通道对面辐射值略微偏高，但在安全范围内，氧气浓度与地球一致，检测到病毒气溶胶反应，但活性极低，不具备空气传播能力，确认无空气感染风险。领队的雷龙中校率先迈入了漩涡，像穿过一道水流。下一秒，他已站在异界破败的房间里。先遣1号，听到请回答。检查通讯信号。滋滋。先遣1号收到，信号强度良好，可以行动。收到，报告指挥部，我已成功抵达目标区域，视觉确认为室内环境，建筑结构受损严重，但暂时没有坍塌风险。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龙的第一视角画面，满地灰尘，墙角霉斑，还有一滩干涸发黑的血迹。剩下的5名队员鱼贯而入，训练有素地展开工作。队长，你看这个。一名队员在墙角废墟旁擦去厚厚的灰尘，露出一个被压扁的铁皮路牌。海山市第3中学，路牌下方还有一个破旧书包，里面掉出了几本5年高考3年模拟。指挥中心里一片死寂。陈国峰声音沙哑：简体中文，海山市高考资料，再加上相同的重力环境和大气成分，我想我们不需要再怀疑了。这不是什么异星球，也不是什么魔界，这就是平行世界的地球。我看着屏幕，心里五味杂陈。虽然早有猜测，但亲眼看到熟悉的文明痕迹，冲击力依然让我窒息。
等等，有情况！雷龙的声音突然急促，外面有动静。画面切换到雷龙的主视角，他正持枪对准窗外。接到镜头，一个黑影正贴着墙角诡异的像一只人形猎猫。他猛地停下，抬头看向3楼，那是一张只有眼睛、嘴角裂开到耳根的脸。非人的嘶吼刺破了死寂。全员战斗准备。雷龙的声音冷静的可怕。目标锁定，允许开火。各单位注意，发现目标，目标特征分析。战术分析员语速极快，四肢着地，移动速度极快，皮肤呈灰白色，且有高度腐烂迹象，初步判断为未知丧尸病毒感染体，看起来像只没毛的猴子。我忍不住吐槽，那可不是猴子。陈国峰指着屏幕上的数据，根据骨骼结构分析，它原本是人类，只是发生了严重的畸变。而且你看它的指甲，画面放大，那怪物的指甲长约10厘米，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后，楼下的怪物失去了耐心，后腿肌肉猛地绷紧，他要跳上来了。我惊呼，这里可是3楼。砰！黑影如离弦之箭，从地面弹射而起，抓住2楼的防盗网，借力增强，直扑3楼窗口，速度太快了。分析员记录着数据，威胁等级建议上调至D级。面对扑面而来的腥臭，雷龙眼皮都没眨一下。怪物起跳的瞬间，他扣动了扳机，砰砰砰，3发短手射，第1发子弹粉碎了怪物的右肩关节，第2发从他眉心钻入，尸体在空中被掀翻，重重的摔向楼下的街道。目标已清楚，雷龙冷静汇报，确认死亡，头部是弱点，尸体在楼下，请求指示。好，赵建国用力拍了一下桌子，看来这玩意儿也没那么神乎其神，只要物理规则还通用，我们的热武器就是有效的。我也松了口气，最怕的就是怪物刀枪不入。既然子弹能打死，事情就好办多了。可小组注意，陈国峰的声音带着一丝兴奋，立刻采集样本，这可是最鲜活的一手资料。我要知道它的肌肉密度、骨骼强度，还有那个黑色的指甲到底是什么成分。先遣2号，随我去楼下采样，其余人员留在3楼保持警戒。是。2人迅速落地，将怪物尸体拖进1楼大厅开始采样。报告指挥部，负责采样的士兵汇报道，初步检测显示，目标体内含有高浓度的病毒活性。另外，它的骨骼密度是正常人类的15倍，肌肉纤维强度是常人的2倍。那个指甲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和金属元素的混合物，硬度接近钢铁。金属元素？陈国峰愣了一下，它是怎么摄入金属的？可能是吞食了某种含金属的变异生物，或者是病毒本身就能吸附环境中的金属元素。有意思。陈国峰推了推眼镜，如果能破解这种生物金属化的机制，我们的防弹衣和坦克装甲材料可能会迎来一次革命。好家伙，这就开始想怎么搞科研了。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这就是国家队的思维方式吗？队长，有新情况，12点钟方向发现异常。通讯频道里传来警戒战士的声音。雷龙闪到窗边，看到街道尽头的丧尸被刚才的惨叫声吸引，正朝这边聚集。12点钟方向，目测数量超过50只。雷龙汇报道，正在向我方靠近，请求指示。赵建国大手一挥，试探性接触结束，现在我们需要一个稳固的桥头堡。命令防化团工兵分队立刻进场，依托双川门所在的房间，建立0号前哨站，告诉战士们不用生子弹，在这个世界，真理只在射程之内。各小组注意，自由射击。雷龙的声音响起。首长说了，不用省子弹，送他们上路。收到。噗噗噗噗，3楼窗口伸出的步枪编织成一张死亡活吻，不到1分钟，50多只丧尸全部变成了尸体。目标清除完毕，很好。赵建国下达第2道指令：工丁一分队进场，立刻建立0号哨站。是。一群穿着特种作业服的战士冲进了双川门，动作快得让人眼花缭乱。气密隔断展开，缝隙填充作业开始，空气循环系统对接，电力传输线路铺设。我感觉自己像个吉祥物，完全低估了基建狂魔的含金量。5分钟内，破败的房间4壁就被银白色合金板材完全覆盖。战士用喷枪在缝隙处喷涂高分子凝胶，这种凝胶在接触空气后10秒内就会固化，形成分子级的密封层。陈国峰在我旁边科普，别说病毒气溶胶，就算是神经毒气也钻不进来。接着，空气净化机、供气软管被迅速安装，接口用的是一种磁吸式快速接口，那是紧急断开装置。陈国峰解释道，一旦发生不可控的危机，或者你需要紧急关闭双川门，这个接口可以一键脱落，并在1秒内自动封闭管口，绝不会拖泥带水。我听得背后一凉，考虑的真周到。报告，0号哨站核心区气密性检测通过，内部气压已调整为正压模式。报告，电力系统并网成功，异界电压稳定。报告，军用宽带通讯基站架设完毕，信号满格。前后不到20分钟，一个科幻感的现代化前哨基地就建成了。这就好了。我看得目瞪口呆。基础建设完成了。赵建国转向我，林寒同志，准备一下，我们需要你过去一趟。我也去。你是门的主人。他目光坚定。我们需要测试一下，如果你本人在意见，这个门还能不能保持稳定？而且有些东西，也许只有你能感应得到。那场单方面的屠杀给了我极大的安全感。好，我去。10分钟后，我穿上特制的轻型防护服，站在光门前。我的卧室已经变成了临时指挥中心。走吧。赵建国亲自陪同，身边跟着4名警卫员。我点点头，抬脚跨过了光门，脚下的触感从木地板变成了防滑钢板，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臭氧味。欢迎来到0号哨站，首长好。雷龙敬了个军礼，然后对我点了点头。我环顾四周，透过墙上的防弹玻璃观察窗，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这个末世。天空铅灰，街道上一片狼藉，横七竖八的丧尸尸体泡在黑色的血水里。门的状态如何？陈国峰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来。非常稳定。一名技术员回答。
初步测试表明，无论林寒同志身处门的哪一侧，双川门都能维持稳定开启状态。很好，赵建国走到观察窗前，指着远处街角的一家金店，柜台里反射着诱人的金色。那是金店。我眼睛瞬间瞪大了。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赵建国笑了。刚来就碰上了硬通货，在这种时期，黄金是废铁。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但在地球，它是这100年来最坚挺的货币。有了它，我们就能换来更多的钢材、更多的芯片、更多的粮食。林寒同志，准备好当搬运工了吗？第二天清晨，0号哨站内热火朝天，1分队负责起建，2分队负责清理路障，3分队带上麻袋和工兵铲。雷龙正在部署。目标：街角金店，距离150米，威胁等级。我捧着热豆浆站在观察窗前。赵建国下了禁令，在周边区域肃清前，我不得踏出哨站半步。我坚决拥护。出发！一支小队鱼贯而出，装了消音器的步枪点射声成了清晨唯一的旋律。通过雷龙的摄像头，我如同身临其境。5分钟后，他们抵达了金店。安全确认。雷龙带队进入，没有丧尸，安全。几盏战术射灯亮起，店内瞬间金碧辉煌。我去。看着屏幕，我忍不住爆了句粗口：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像垃圾一样散落在柜台和地上。雷龙捡起一根金条，在衣服上擦了擦，举到摄像头前。林顾问，这个品相如何？在地球，这玩意儿现在的金价是每颗600多，这一根就是6万块。我自言自语。在这里，它甚至不如一包方便面珍贵。那是自然。陈国峰的声音传来。黄金的价值在于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社会共识，当社会秩序崩塌，这种共识也就随之消散。在这个世界，唯一的硬通货是生存资源，水、食物、药品、武器，但在我们那边，陈国峰顿了顿，它依然是工业血液，是外汇储备，是购买先进技术和战略物资的硬通货。别愣着了，雷龙收起金条，干活。接下来的场景让我大震惊。哐啷！一名战士直接用枪托砸碎柜台玻璃，然后另一人挥舞工兵铲，像铲沙子一样，把金银首饰连同轮布托盘一起铲进军用编织袋。这里还有个保险柜，炸开！雷龙淡淡的说。是。轰！一声闷响，厚重的防盗门被炸飞，里面是几十根1公斤重的金砖和一大堆废纸般的钞票。雷龙拿起一张面部1000信用点的钞票，上面印着太空电梯和没有国界线的东亚地图，写着东亚联合体中央银行。太空电梯区域统一。我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甚至可能已经迈入星际时代的人，但它还是毁灭。战士们把金砖像砖头一样码进转运箱，那些废纸和带芯片的电子设备也被雷龙下令全部带走。报告队长，清点完毕。半小时后，战士会报道。初步估算，黄金总重约52公斤，另外还有铂金15公斤，钻石、翡翠等珠宝52公斤，3000多万。这还只是一家小金店，我感觉呼吸都要停滞了。这哪里是废土，分明是聚宝盆。收队。战士们扛着装满黄金的袋子和箱子，像扛着土豆一样轻松地踏上归途。20分钟后，我终于摸到了那根沉甸甸的金条，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赵建国看着战利品，满意的笑了。有了这批启动资金，接下来的采购计划就可以放开手脚了。他看向我，林寒同志，你的功劳不少，又记了一笔。首长，这不算什么。我放下金条。比起这个，我更在意雷龙队长刚才传回来的画面。我指着窗外远处的 CBD 区域。如果我们能找到那里的银行金库，或者那里的科技公司服务器，我的眼神变得锐利，那才是真正的宝藏。赵建国赞赏地点了点头。不急，饭要一口一口吃。赵建国转向雷龙，无人机侦察情况如何？报告，一名技术员切过画面。蜂鸟无人机刚刚在距离此处2公里的烂尾楼区域发现了一个特殊热源，屏幕上一个红色光点格外醒目，热源。我凑了过去，不仅仅是热源。技术员放大画面，经过光谱分析，这应该是镜面反射的阳光信号，很有规律，像是摩斯密码。摩斯密码。赵建国眼神一迷，翻译出来是 SOS。技术员回答，重复的3短3长3短。指挥室内瞬间安静下来。幸存者。陈国峰推了推眼镜，语气肯定。赵建国沉默片刻，果断下令接触。我们需要一个本地向导。接触方案已制定。陈国峰在战术地图前说，目标位于距离0号哨站21公里的烂尾楼区域。根据热源分析，幸存者只有1人。1个人？我有些惊讶，在那种鬼地方，1个人怎么活下来的？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赵建国沉声道，能在末世独立生存的都不是简单角色，我们需要他的生存经验，更需要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行动代号：问路。执行单位：特战旅第1侦察小队，配备蜂鸟无人机群。雷龙立正敬礼，保证完成任务。这次行动，我依然只能当观众。如果对方有敌意怎么办？我忍不住问。先礼后兵。赵建国淡淡的说，我们是带着善意来的，但如果对方拒绝善意，那我们也有足够的火力让他冷静下来。下午2架蜂鸟无人机率先起飞，雷龙带着4名侦察兵紧随其后，利用建筑物阴影快速无声的推进。注意隐蔽。雷龙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来。前方300米发现暴行者踪迹。屏幕上我看到一只怪物正趴在公交车顶上。10分钟后，我们抵达了烂尾楼区域，目标在3号楼顶层。雷龙会报道，无人机画面中，一个瘦弱的女人正拿着破损的化妆镜，对着太阳调整角度。
他穿着脏兮兮的工装，脚边放着一个简易的过滤器，旁边破碗里只有浅浅一层浑浊的液体。他显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在用镜子发信号，这么传统的求救方式，看来通讯设备早就瘫痪了，这说明他还没放弃希望。陈国峰冷静地分析道：“有求生欲就好，有欲望就有交易的基础。”好惨！我看着那碗浑浊的水，喃喃自语，这种挣扎求生的卑微，深深刺痛了我。队长是否接触？观察手询问，赵建国点了点头。按 A 计划执行，投放物资，建立初步信任。明白。无人机缓缓下降，楼顶的女人立刻警觉起来。她抓起一根磨尖的钢筋，蜷缩在水泥柱后，死死盯着无人机。别怕，无人机的扬声器里传出温和的电子合成音。我们没有恶意。女人没有说话，只是握紧了钢筋。啪嗒，无人机投下一个透明密封袋，精准地落在她面前，里面是一块压缩饼干、一盒阿莫西林，还有一瓶550毫升的矿泉水。在那灰暗的世界里，那瓶水就像一颗钻石。咕咚，我清楚地看到了她吞咽口水的动作，那是压倒一切理智的本能渴望。这只是界面里。无人机的声音再次响起。如果你愿意交流，我们需要一些情报作为交换，我们可以提供更多这样的食物和水。女人死死盯着那瓶水，眼神几经挣扎，最终小心翼翼地抓住了那个包裹。她猛地撕开包装，拧开瓶盖，仰头只喝了一小口，闭上眼睛细细品味，两行清泪顺着她满是污垢的脸颊滑落。接触成功。雷龙的声音在频道里响起。鱼咬钩了。我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一瓶水就能让他破防吗？对于溺水的人来说，一根稻草就是全世界。赵建国看着屏幕，目光深邃，而我们手里握着整个方舟。当那甘甜的液体滑入胃部，名叫苏婉的女人迅速冷静下来。作为曾经的病毒学家，理智是她的本能。她护住剩下的水，抬起头，眼神恢复了审视和评估。对方拥有无人机、纯净水和药品，结论只有一个，这是一支拥有完整工业生产线的强大势力。你们想要什么？苏婉的声音沙哑但清晰。我没有物资，我只有这条命和脑子里的东西。我们要情报。无人机里的声音依然温和。关于这座城市，关于丧尸，关于现存的势力分布，越详细越好。可以。苏婉深吸一口气，掏出一张折叠的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记满了标记。这是我这3个月来收集的信息。他对着镜头展开地图。红色区域是重度感染区，千万别去，那里有暴行者，甚至是喷吐者出没。蓝色区域是安全屋和补给点，但大部分已经被搜刮空了。黑色叉号是黑钢集团的控制区，他们占据了城北的工业园，手里有重武器，而且极度排外。他们抓捕幸存者做奴隶，甚至做实验。这姑娘是个做情报的人才。陈国峰立刻命令技术员截图建模，把这些信息导入战术地图。还有呢？我通过麦克风追问道。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比如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苏婉想了想，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和恐惧。最近黑钢集团在疯狂收集丧尸的脑袋。脑袋？我一愣。准确的说，是脑袋里的东西。苏婉解释道。我曾远远的看到过，他们的狩猎队在击杀变异丧尸后，会剖开丧尸的后脑勺，取出一颗像水晶一样的东西。水晶？这2个字像闪电一样击中我。我下意识地看向赵建国和陈国峰。陈国峰猛地扑到麦克风前，语速极快地问道：“那个水晶是什么颜色的？多大？是否发光？”苏婉回答：“大部分是灰白色的，只有指甲盖大小。但我见过他们为了抢夺一颗红色的水晶，不惜牺牲了整整一个小队。”晶核。陈国峰深吸一口气，声音因激动而颤抖。首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可能是一种全新的高能物质。问他知不知道那东西的具体用途？赵建国沉声道：“我了解一些。”苏婉说：“我听黑钢的人叫它神之血，他们认为这东西能让人获得力量，但副作用极大，直接使用会导致死亡或变异。让人获得力量？”我的心脏狂跳起来。双川门想要升级，肯定需要某种特殊的能量，会不会就是这个？林寒同志，赵建国突然开口：“看来我们有必要和这位幸存者进行更深入的接触。”他看着屏幕上那个女人，眼中闪过一丝欣赏。把她带回来。赵建国下令。我们需要她。你的情报很有价值。无人机再次传来声音。作为回报，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庇护。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里有干净的水、热的食物，没有丧尸，也没有黑钢集团。苏婉愣住了。在这个地狱里，真的还有那样的地方吗？当他低头看到手里的矿泉水时，拒绝的话再也说不出口。苏婉咬了咬嘴唇，声音颤抖：“我愿意。”很好。无人机缓缓拉升，待在原地，不要走动。我们的接应人员就在楼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声音突然问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苏婉犹豫了一下，挺直了脊背，身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我叫苏婉，海山生物科技研究所第3实验室主任。Z 病毒就是我们在那里发现的。当苏婉报出这个身份时，指挥中心内陷入了短暂的寂静。我们捡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幸存者，更是一个活的知识库，立刻护送他返回哨站。赵建国当机立断，提升安保等级至最高级。雷龙，如果遇到阻拦，允许使用一切手段。明白。15分钟后，苏婉被带进了0号哨站。当他跨过气密门，看到那个充满科幻感的银白色空间时，整个人都僵住了。这里不是幸存者营地，更像是灾变前的国家级实验室。欢迎你，苏博士。我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我是林寒。我自我介绍道。这里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特别行动基地。我是苏婉。
他低声说道，眼神却不由自主地飘向桌上那盘还冒着热气的自热米饭。饿了吧？我把饭推到他面前，先吃饭，吃饱了再说。苏婉几乎是扑了过去，大口地往嘴里送着米饭，滚烫的米饭烫得他眼泪直流，却混着泪水硬生生吞了下去。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些发酸。10分钟后，风卷残云。谢谢。他的眼神重新变得清明，甚至带上了一丝锐利。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交易了。不急。陈国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密封袋，里面装着一颗灰白色的晶体，正是雷龙之前从暴行者脑袋里挖出来的。苏博士，你刚才提到的晶核是这个吗？苏婉看了一眼，瞳孔微缩。是的，这是最低级的晶核，通常出现在1级变异体体内。它到底是什么？陈国峰紧盯着他。我们称之为高能生物聚合体。苏婉进入了专业模式。Z 病毒会重组生物的能量代谢系统，将能量富集在脑部形成这种晶体。通俗点说，它就是变异体的电池。电池？我心里一动。没错。苏婉继续说道，黑钢集团的人发现，直接吞噬这种晶核，有极小概率能获得强化，但死亡率高达99%。能量。我的注意力全都在这个词上，我下意识地伸出手，隔着密封袋触碰了一下那颗晶核。就在指尖触碰到的一瞬间，我的大脑中突然传来一声清明，紧接着一道半透明的信息流浮现在我的视网膜上。检测到可吸收能源，一阶生物晶核，能量纯度12，含大量杂质，折合12能量点，是否吸收？当前双穿门等级 LV1，升级进度0，升级效果。扩大空间门至5乘以5，解锁物质传输通道，允许大型车辆通行。我愣住了，随即狂喜涌上心头。果然，这就是升级的关键。上交国家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国家的力量，去猎杀变异生物，获取晶核，升级双穿门，一条完美的闭环。林寒同志，你怎么了？陈国峰发现了我的异样，我回过神来，压抑住激动，意识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首长，我有重要情况汇报。我对赵建国示意了一下，指了指隔壁的加密通讯室。关于这个晶核的用途，气密门关闭。说吧。赵建国看着我。首长，我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的。我深吸一口气，它能给门充电。充电？对，我指着光门的方向。刚才接触的一瞬间，我收到了反馈，这东西能提供双穿门升级所需的能量，只要数量足够，我就能把门扩大，甚至让坦克开进来。一句话，让整个指挥中心瞬间沸腾。需要多少？赵建国直接问道。如果是这种低级晶核，大概需要100颗。我估算道。100颗。赵建国转身看向战术地图，目光落在了一个被标记为红色的尸潮聚集点上，眼神变得无比犀利。雷龙到，通知特战旅全体集合。赵建国指着地图上的红点，语气森然：把这个区域给我围起来。既然怪物体内有我们需要的能源，那他们就不再是威胁，而是行走的矿包。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始挖矿了。在下达了挖矿指令后，赵建国的目光重新落回屏幕上苏婉的实时画面。既然苏博士的身份已经确认，我建议立即将他转移到 P4实验室。陈国峰说：不行。赵建国断然拒绝。在完全排除病毒潜伏期和变异风险之前，绝对不能让他跨过那道门。我们身后是14亿老百姓，这个险我们冒不起。他转身下令，命令工兵连加快进度，尽快完成0号哨站的全楼封闭，在301室光门隔壁搭建全封闭式医疗隔离舱。既然他暂时不能过来，那我们就把文明送过去。经过特战旅一整天的大扫除，4号楼及周边已经被清理干净，工兵们正用厚钢板封死所有窗户。我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来。苏博士，想必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出于防疫安全考虑，我们暂时不能邀请你通过光门，但在隔壁的301医疗舱里，你是绝对安全的。苏婉苦涩地笑了笑，她明白自己是一个潜在的传染源。我明白。苏婉深吸一口气，只要能给我一口干净的水，在哪里都一样。当他走进301室改造的0号医疗舱时，还是被这里的专业程度震惊了。银白色的负压隔离帐篷，各种崭新的医疗仪器闪烁着指示灯，心电监护仪、血气分析仪、螺旋 CT。他手指拂过机器外壳，虽然看起来笨重了一些，但它们是全新的，而且保养的极其完美。2名女军医引导他进入淋浴间，温热的纯净水倾泻而下。苏婉僵硬地站在花洒下，仿佛要洗掉这12年末世留下的所有印象。洗消结束，换上崭新的病号服，苏婉躺在柔软的医疗床上。这时隔离舱的传递窗打开了，我穿着轻便防护服站在窗外，端着一个餐盘。苏博士，赵将军特意交代，你的肠胃太久没沾油水，第一顿不能吃太猛，这是特制的营养餐。我透过玻璃笑了笑，我亲自给你送过来，算是来自老乡的问候。餐盖揭开，是一碗小米粥，一碟时蔬，2个白煮蛋，还有一小碗色泽红亮的红烧肉。苏婉死死盯着那碗肉，隔着12年的时光，这股熟悉的肉香像重锤般砸在他心口。这是给我的。苏婉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吃吧，管够。我温和地说。苏婉颤抖着拿起勺子，舀起一块肉送进嘴里。那一瞬间，他一直紧绷的弦断了。他捂着嘴，从压抑的呜咽变成了嚎啕大哭。他一边哭一边拼命地往嘴里塞着食物，眼泪掉进粥里，混着红烧肉一起吞下。她只是一个在地狱里挣扎了12年，终于尝到人间烟火的普通女孩。我静静地站在窗外，默默递过一包纸巾、良久。苏婉吃光了所有食物，她擦干眼泪，再次抬起头时，眼中的脆弱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坚定。林寒先生。苏婉看着我，声音沙哑却决绝。
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我是病毒学家，我比你们更清楚 Z 病毒的可怕。我会留在这里配合你们的所有研究，我会把我脑子里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交给你们。他看了一眼墙壁的方向，仿佛能看到隔壁那扇光门。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有一天确认我身上没有危险了，请让我去那边看一看太阳。指挥车内，赵建国看着监控沉默良久，告诉他会有那么一天的。命令工兵连24小时轮班，3天内完成4号楼的整体气密性改造。我要让我们的战士在这栋楼里能摘下防毒面具呼吸。0号哨站的建设如火如荼，301医疗舱内，一场跨世界的科研对话正式拉开。这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关于你称之为 Z 病毒的所有资料。陈国峰的声音通过通讯器传来。苏婉看着屏幕上的数据，微微皱眉。这些数据太浅了 ，Z 病毒更像是一种纳米级的生物机械体。生物机械体？陈国峰眉头紧锁。那是它的伪装。苏婉解释道，它不仅能改写 DNA， 还能重组宿主的能量代谢系统。这就是为什么丧尸不需要进食也能存活。高阶变异体能释放能量攻击，因为它们体内都有晶核。听到晶核，我精神一振，手里正拿着那颗从暴行者脑袋里挖出来的晶体。苏博士，既然你是病毒专家，那你应该知道这东西的具体成分吧？我问道。我只了解一部分。苏婉神色凝重，那一颗是1级晶核杂质很多，它的主要成分是一种未知的生物压电陶瓷。这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我追问。苏婉沉默片刻，似乎在犹豫。在我的世界，有些人会尝试通过注射晶核提取液来强化自身，但我父亲一直反对，因为死亡率极高，即便幸存，也面临着极高的变异风险。这东西很危险，非常危险。我笑了笑，放心，我们要用的不是它的生物强化功能，而是它的物理属性。说着，我拿起密封袋，走到那面巨大的落地防弹玻璃前，玻璃对面就是那扇幽蓝色的双穿门。苏博士，既然你也不知道它的能量量级，那就让我们来验证一下。你要做什么？苏婉有些不解，我没有回答，深吸一口气，将手贴在玻璃上，目光死死盯着手里的晶核。系统吸收。我在心里默念。下一秒，苏婉惊讶地发现，我手中的灰白色晶核竟然开始发光，一缕缕淡蓝色流光从晶核中溢出，穿透了密封袋和防弹玻璃，径直钻进了双穿门中。光门漩涡突然加速旋转，嗡的一声低鸣响彻整个楼层，光晕瞬间暴涨。这是什么原理？苏婉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它被那个门吃掉了。我松开手，密封袋里只剩下了一小撮灰白色的粉末。与此同时，我的脑海中淡出了期待已久的信息。成功吸收一些生物晶核1，获得能量点12点，当前升级进度12。果然，我握紧了拳头，嘴角扬起一抹无法抑制的笑容。苏博士，我转过身，看着目瞪口呆的苏婉。这就是这东西对我们的真正用途，它不是毒药，它是钥匙。钥匙。苏婉喃喃自语。没错，我指着那扇光门。这扇门它饿了，而这些晶核就是它的食物，只要喂饱了它，它就能变得更大、更强、更稳定。这一刻，无论是屏幕那头的陈国峰，还是指挥车里的赵建国，都被这一幕深深震撼。晶核等于能源，丧尸等于移动的矿包，这个等式一旦成立，整个战略局势瞬间逆转。丧尸曾是我眼中的噩梦，现在却成了某种宝贵的资源。赵建国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来。林寒同志，你确定只需要100颗这种1级晶核就能完成第1阶段升级？确定。我看着脑海中的进度条，而且我有预感，升级后的双穿门绝对会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好，赵建国猛地一拍桌子，传我命令，特战旅全员进入1级战备状态，工兵连立刻清理出一条通往光门的装甲通道。既然那边的丧尸脑袋里装着我们要的能源，那我们就去把他们挖出来。在另一个世界的医疗舱里，苏婉正看着这一切。他那个世界的人视丧尸为死神，而我们却把他们当成了资源。这就是文明的代差吗？他喃喃自语，我能感觉到，他认为我们的介入将彻底改变他那片废土的命运，不是拯救，而是征服。1级战备，1级战备！警报声响彻了2个世界，一队队士兵从光门中冲出，迅速在街道上展开防御阵型。注意，这不是演习，所有人检查防毒面具气密性，打开敌我识别系统，重武器小组就位。雷龙站在天台上，举着望远镜，目光冷峻，他身后2挺重机枪已经架好，枪口对准了街道尽头。报告指挥部，诱导小组已就位，开始行动。赵建国的声音沉稳有力，距离哨站500米外，2架无人机悬停在空中，下方挂着扩音器，一首在这个废土世界绝迹了12年的歌突然炸起。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震耳欲聋的音乐瞬间打破了末世的宁静，躲藏在各处的丧尸像是被捅了窝的蚂蚁，瞬间沸腾了。无数嘶吼声中，密密麻麻的身影汇聚成一股洪流，追逐着那2架无人机。猎物上钩了，侦察连长操控着无人机，调着尸朝向我们移动。各单位注意，目标进入射击范围，距离500米、300米、100米。雷龙看着下方涌来的尸潮，数量至少在500以上，其中还夹杂着几只速度极快的暴行者。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开火！一声令下，哒哒哒哒哒，楼顶的2挺重机枪率先咆哮，12.7毫米的子弹命中，瞬间将冲在最前面的丧尸撕成了碎片。紧接着几十支自动步枪也同时开火，交叉火力网覆盖了整条街道。这不是战斗，这是一场工业化的屠杀。那些丧尸脆弱的像纸一样，没能冲到防线前就成片倒下。
3号区域发现暴行者，请求狙击。收到。天台上一名狙击手冷静地扣动扳机。苏婉曾确认过，这种叫暴行者的变异体皮糙肉，普通步枪子弹很难一击毙命。砰！一只试图跳跃突进的暴行者，脑袋像西瓜一样炸开。不到10分钟，枪声渐渐稀疏，街道重新归于死寂，只剩下满地的残肢和浓烈的腐臭味。这就结束了。苏婉通过监控观战，目瞪口呆。他见过令人绝望的尸潮，但在这些军人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这就是火力的力量。我走到他旁边，带着一丝自豪。苏博士，欢迎来到大炮射程之内的真理世界。打扫战场。雷龙的声音再次响起。工兵连上，防化连掩护，一定要在晶核能量一散前挖出来。几十名穿着防化服的战士冲了出去，忍受着恶臭，快速地敲开丧尸的头骨，寻找晶体。报告，发现1级晶核。这边也有，队长，挖到一颗红色的，好像是2级晶核。对讲机里不断传来捷报。我站在光门前，看着一袋袋沾血的晶核被送回，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响个不停。吸收1级晶核1，能量加12；吸收1级晶核1，能量加11；吸收2级晶核1，能量加150。升级进度条正在疯狂上涨。终于，当最后一袋晶核被送进光门，叮，能量充能完毕，当前进度1000，双穿门等级提升至 LV2，空间门尺寸扩大至5乘5米，可调节，解锁新特性，物质传输通道，稳定态，解锁新权限，双向大型载具通行许可，解锁新权限，空间锚点迁移。轰！原本的圆形光门漩涡突然爆发出耀眼的蓝光，光芒散去后，出现在面前的是一面边缘平直、稳定如镜的矩形光幕，像一扇星际之门，镶嵌在卧室的墙壁上。只是房间太小，光幕紧贴着天花板和地面，几乎填满了整面墙。检测到当前空间受限，光门尺寸已自动适配，最大可展开尺寸5乘5米，宿主可通过意念随时调整光门大小。我看着眼前巨大的光墙，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我转过身对着通讯器说：“首长，门开了，而且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不过我指了指天花板，这里的庙太小，容不下那尊大佛了，我们得给他换个新家。换个新家。”通讯器那头，赵建国看着屏幕中的光门，眼中金光一闪。你是说现在的光门已经可以移动了？是的，首长。我点了点头。虽然不能随心所欲，但我可以把它搬到这附近的任何一面墙，只要墙面足够大，它就能完全展开。好，赵建国猛地起身，通知工程部立刻启动 B 计划。所谓的 B 计划是早就预设好的第2阶段方案，一支工程部队已经秘密接管了小区地下的防空洞，并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地下堡垒。异界这边，0号哨站，全员注意，准备撤离3020。雷龙接到命令后，开始组织拆除防御工事。我们要搬去哪？苏婉不解地问道。这里的防御体系刚刚成型，现在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不可惜。我隔着光幕对他笑道。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座真正的堡垒，而且我神秘一笑，我们要给一些大家伙腾路。雷龙，带苏博士去地下停车场集合，我们在那边会合。是。迁移迅速展开。现实侧，地下基地清理出了一面巨大的混凝土墙壁。异界侧，工兵连也在地下停车场入口处清理出了一片空地。2界坐标校准完毕，墙体结构强度检测通过，异界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可以开始迁移。3020内，我环视了一圈这个房间，收。随着我意念一动，矩形光幕瞬间收缩，化作一道流光钻进了我的眉心。走吧，我转身离开，在特勤人员的护送下直奔地下防空洞入口。10分钟后，现实侧地下人防工程，我站在巨大的混凝土墙壁前，身后是赵建国和无数科研人员。我深吸一口气，将手掌按在墙面上展开。嗡，幽蓝色的光芒铺开，瞬间占据了整面墙面，5米高，5米宽，正方形的光幕平整无尽，站在他面前人显得如此渺小。这就是 LV2 形态的双穿门。赵建国站在指挥台上，心潮澎湃。首长，通道测试完毕，对面是锦绣家园地下停车场入口，空间开阔，无障碍物。很好。赵建国拿起红色的指挥电话。我是赵建国，命令钢铁洪流进场。轰隆隆，大地开始颤抖。率先出现的是一台99的主战坦克，这台重达55吨的陆战之王昂首驶入大厅，那根粗长的125毫米滑膛炮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在他身后是第2辆、第3辆，整整一个坦克连，紧接着是步兵战车、自行火炮以及满载物资的重型军卡。这就是国家的力量，真正的降维打击。目标异界0号基地出发。第1辆99坦克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缓缓驶向光门，光幕泛起涟漪，庞大的坦克车身一点点地没入其中。异界侧昏暗的地下停车场入口突然被2束大灯照亮，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99坦克像一头钢铁巨兽从墙壁上的光门中冲了出来。紧接着，第2辆、第3辆，一支全机械化的重装甲部队奇迹般的出现在了末世废墟之中。苏婉站在角落里，整个人已经完全石化了。他知道我们很强，但没想到强到了这种地步。坦克，而且是顶尖科技的主战坦克。后，地下停车场深处传来了几声丧尸的嘶吼，10几只丧尸摇摇晃晃地冲了出来，其中还有一只体型巨大的巨力者。冲在最前面的99坦克连炮塔都没转，只是保持着速度径直碾了过去。咔嚓，扑哧，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碎裂声响起。无论是普通丧尸，还是那只巨力者，在55吨的钢铁之躯面前，没有任何区别，瞬间变成了一滩肉泥。这就是钢铁洪流，这就叫碾压。我站在一辆装甲车的顶端，对还没回过神的苏婉说道：“苏博士，重新认识一下，这里是异界开发办0号基地。”我指着身后圆圆
源不断涌出的装甲车队，嘴角微扬，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轰鸣的引擎声吸引了方圆2公里内的丧尸，他们嘶吼着，像一股灰黑色的浪潮，疯狂地涌向地下停车场的入口。报告，雷达侦测到大量热源生物反应靠近，数量超过3000，还在持续增加。指挥中心内，通讯参谋的声音急促却不慌乱。赵建国连眉毛都没动一下，淡淡的下达了命令，省得我们要一栋楼一栋楼去搜了，把他们放近一点。命令装甲分队堵住入口，自由开火。地下停车场入口，3辆992主战坦克一字排开，如钢铁长城般堵住入口，在他们身后是步兵战车和重机枪阵地。后，第一波尸潮咆哮着冲来，几只速度极快的猎杀者高高跃起，试图从上方突袭。第一辆99的车长冷冷地看着这一幕，突突突突突，坦克顶部的12.7毫米高射机枪率先咆哮，紧接着30毫米机关炮和重机枪也同时开火，密集的夜光弹交织成一张死亡火网。那几只跳在半空的猎杀者瞬间被打成了漫天碎肉，前排的丧尸像割麦子一样满足，后排的踩着同类的尸体继续冲，然后继续被打碎。30毫米机炮的高爆弹射入狮群中心炸裂，每一发都能掀起一片腥风血雨，没有一只丧尸能冲进坡到20米内。这不是战斗，是单方面的屠杀。40分钟后，枪声渐歇，入口外的斜坡上已经堆起了一座2米高的尸山，几辆工程铲车轰鸣着驶出，像铲垃圾一样将尸体推开。随后，身穿防化服的回收小队进场，熟练地寻找着晶核。一阶晶核确认，一阶晶核确认，2阶晶核。这只暴行者脑子里有一颗红色的。一名队员兴奋地举起一颗血红色的晶体，那只倒霉的暴行者甚至没看清坦克的长相，就被机炮削掉了半个身子。苏婉站在指挥车车顶，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他记忆里的尸潮意味着死亡与绝望，但今天那些恐怖的怪物就像流水线上的原材料，被高效的杀戮、清理、回收。这就是国家的实力吗？他喃喃自语。这才哪到哪儿？我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边，递给他一瓶冰可乐。等以后空军进场了，或者上了导弹袭地，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火力覆盖。苏婉接过可乐，有一种不真实的恍惚感。比起看热闹，苏博士，那边才是你的战场。我指向不远处，工兵正在用惊人的速度搭建一片白色的方舱建筑群。那时，苏婉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眼睛瞬间直了。P3级移动生物实验室，我笑着说道。我们直接调来了一整套野战方舱医院和最高等级的移动实验室，离心机、电镜、基因测序仪，能想到的顶级设备都给你搬来了。苏婉的手微微颤抖，她太清楚这些东西的价值了。有电，有水，有耗材，有安全保障，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就是天堂。只要有设备，我就能对这些晶核进行深度分析。黑钢集团那种直接使用的土办法，不仅危险，而且利用率极低。给我3天时间，配合我带出来的数据，我一定能搞清楚它的能量成分，找到真正安全的利用途径。苏婉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这才是真正的科研。好，我点了点头，看着远处正在打扫战场的钢铁洪流，几盏大功率探照灯在小区楼顶亮起，刺破了海山市沉寂了12年的黑暗，宣告着人类文明的回归。这里已经安全了。我深吸一口气。从今天起，以这栋楼为圆心，方圆2公里就是我们的绝对领土。夜幕降临，几盏大功率探照灯刺破了海山市的黑暗。0号基地正式在末世扎下了根。海山市第3净水厂，这里是废土上最大的销金窟与魔窟。高耸的围墙上拉着电网，哨塔上架着重机枪和探照灯，墙外是贫民窟，数千名幸存者像牲口一样挤在一起，为内城的老爷们工作，只为换取一碗浑水和半块发霉的蛋白块。一墙之隔的内城却是另一个世界。豪华办公室内，李森正优雅地切着盘子里的午餐肉。作为黑钢集团的情报主管，他享受着末世里最顶级的待遇。这批午餐肉的口感不如上次。李森皱了皱眉，下次让搜集队去富人区的地下室找找，那里应该还有没过期的进口货。是，森哥。旁边的美女秘书战战兢兢地应道。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李森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我没说过吃饭的时候不要打扰我吗？森哥，出大事了！一个心腹手下冲了进来，神色惊恐。慌什么？李森不满地瞥了他一眼。是野狼帮那群疯狗又来骚扰运水车了，还是救济会那帮神棍又在搞什么集体献祭？都不是。手下吞了口唾沫，指着窗外。您还是自己看看吧。李森冷哼一声，走到窗前，猛地拉开窗帘。下一秒，他手中的酒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他的瞳孔骤然收缩，死死地盯着窗外。在距离净水厂约5公里的东南方向，一道刺眼的白色光柱直插云霄，在这漆黑如墨的废墟中，显得如此耀眼，如此肆无忌惮。那是海山一中附近的锦绣家园。李森眯起眼睛，那里不是丧尸的重灾区吗？谁敢在那开灯？不仅是开灯，手下声音颤抖地汇报道。半小时前，那边突然传来了密集的爆炸声和枪炮声，动静有多大？像是军队进城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清晰地传了过来，震得防弹玻璃嗡嗡作响。李森的脸色彻底变了。作为退役，他太熟悉这个声音了。这是30毫米口径的高爆弹。他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这种射速，这种节奏，是04A 步兵战车的机炮，还有那是12.7毫米高射机枪的声音。在这个连步枪子弹都成了硬通货的末世，谁手里会有这种成建制的重型火力？难道是联邦政府的残部？不可能！李森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海山军分区早在8年前就被尸潮淹没了，我也亲自去确认过。森哥，会不会是野狼帮挖到了什么战前军火库？李森冷笑一声。雷虎那个莽夫，给他一门炮，他也只会当锤子用，而且就算有炮，他也没那么多炮弹整。他指着那道光柱和持续不断的枪炮声，手指都在微微颤抖。
听听这动静，打了快1个小时了吧？那是饱和式射击，每1秒钟打出去的弹药都够我们买下100个奴隶，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我们，也不敢这么败家。恐惧过后是深深的贪婪，李森眼中闪过饿狼般的金光。无论那里是谁，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宝藏，可能是军火库，可能是能源设施，甚至可能是大量的晶核。传我命令。李森停下脚步，恢复了往日的阴冷，但眼底的狂热却掩饰不住。让夜宵小队出动。手下浑身一颤，森哥要动用夜宵，那是我们最精锐的。对面既然有重火力，派普通人去就是送死。李森冷冷地说道。让夜宵带队，给我带上最好的装备，夜视仪、消音器，还有那几支珍藏的高斯步枪。他顿了顿，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泛着淡蓝色光芒的针剂，扔给手下。告诉夜宵，如果遇到硬茬子，允许他使用2号药剂。手下慌忙接住药剂，手都在抖。那是能短时间大幅提升使用者力量的狂暴药剂，但副作用极大。任务只有一个，摸清楚对面的地形。李森走到窗前，看着那道光柱，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如果是过路的强龙，我们就装孙子去谈合作；如果是走了狗屎运的肥羊，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那就把他们连皮带骨头全都吃下去。那里的每一颗子弹，每一块晶核都是属于黑钢的。与此同时，距离锦绣家园2公里外，野狼帮的老巢，这里更像一个狂野的废土堆，用报废汽车堆成的围墙上挂满了变异兽的头骨。此时，营地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聚集在城墙上，目瞪口呆地看着远处的火光。身材魁梧的雷虎正站在最高处，手里拿着一个掉漆的单筒望远镜，死死地盯着那个方向。老大，我们要不要去凑个热闹？一个小弟凑上来，眼里闪着贪婪的光。听这动静，肯定是块大肥肉。那帮人打了这么久，肯定也是强弩之末了。我们要不要趁他们打完丧尸去捡个漏？说不定能捞到几把好枪。雷虎反手就给了那个小弟一个大瓜子。捡漏？我看你是想去捡骨灰。他放下望镜，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你他妈是个聋子吗？那是坦克，是正儿八经的履带式坦克，还有那个通通通的声音，那是步兵战车的机炮。雷虎一把揪住小弟的领子，咆哮道：“老子当年在道上混的时候，什么场面没见过？那种连发的声音，一梭子就能把我们这个破营地给离平了。你带几把破射钉枪去捡漏，人家一炮过来，你连渣都不剩。”他松开手，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作为一方豪强，他能活到现在，靠的是比变异鼠还灵敏的直觉。当那道光柱亮起时，他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那是一种面对更高维度力量的无力感。传令下去，所有人都给我老实待在窝里，把篝火全灭了。谁要是敢往那边凑，不用对面动手，老子先扒了他的皮。还有，把外围的岗哨都给我撤回来200米，别让那边的神仙误会我们要搞事。众小弟看着平日里不可一世的老大怂成这样，一个个噤若寒蝉。雷虎看着远处那道通天的光柱，眼中满是敬畏和忌惮。变天了，他喃喃自语：“这海山是怕是要换个姓了。以后这片地界，说话最大声的不再是黑钢，也不是我们，而是那边的那群狠人。”夜黑的像梦，风声呼啸，夹杂着远处变异兽的嘶吼。一道黑影如鬼魅般从高架桥上跃下，紧接着是第2个、第3个，一共5个人。他们身穿黑色兽皮战衣，脸上戴着防毒面具，红色的夜视仪在黑暗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这是黑钢集团最锋利的獠牙。夜宵小队队长夜宵半跪在地，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看了一眼战术手表，时针指向凌晨2点，前面就是锦绣家园。夜宵压低声音通过喉麦说道：“目标区域有强光源，注意隐蔽。”队长，刚才那阵炮火声停了。耳机里传来突击手疯狗的声音。看来那帮肥羊已经打完仗了，现在正累得趴在窝里睡觉呢。别大意。夜宵冷冷地提醒道。能弄出那么大动静的，绝不是普通的幸存者。老板说了，这次的任务是侦查，摸清底细为主。如果对方防守松懈，他摸了摸腰间的剧毒匕首，眼中闪过一丝寒芒。那就抓个舌头回去。夜宵很有信心，作为一名一阶速度强化者，他的神经反应速度是常人的3倍。在他看来，无论对方拥有什么样的重火力，在夜晚的巷战中，依然是他们这些进化者的天下。坦克、大炮在废墟里就是活靶子，行动！5道黑影瞬间散开，借助掩护，向着光柱的方向摸去。然而他并不知道，头顶500米的高空，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啧，动作挺专业的嘛。0号基地指挥中心，我捧着一桶泡面，一边吸溜着，一边看着眼前巨大的高清显示屏。屏幕上是清晰的灰白色热成像画面，5个醒目的人形轮廓正在渗透。画面旁边甚至还标注出了实时数据。目标领队，心率85，体温37摄氏度，手持高硬度合金利刃，腰间疑似携带生化毒剂。目标 B， 突击手，心率92，背负短管火药武器，肌肉密度异常，疑似力量强化者。这就是所谓的夜宵。雷龙不屑地撇了撇嘴，这种前行水平，在我们特战大队连选拔赛第1关都过不了。你看那个走在左边的，屁股撅那么高，生怕狙击手打不中吗？对于末世幸存者来说，已经算是不错了。赵建国端着茶杯，语气平淡，懂得利用地形，懂得分散队形，还装备了防热成像的皮衣。只可惜他们的装备理念还停留在20年前。他指了指屏幕上的一个小红点，我们的蜂鸟微型无人机悬停在他们头顶100米的地方，他们竟然一点察觉都没有，这就是代差。那所谓的防热成像兽皮，在军用级多光谱探测雷达面前，就像一层透明的丝袜。首长要干掉他们吗？雷龙请示道。狙击小组已经锁定了全部目标，只要一声令下，3秒内就能让他们脑袋开花。别急，我咽下嘴里的牛肉。黑钢集团既然派人来送礼，我们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苏婉不是说缺实验体吗？这几个进化者正好给他送去切片研究。啊不是配合研究。赵建国点了点头。
抓活的。既然要立威，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现代战争。命令特战一队收网。此时的夜宵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寒意，这种感觉就像是被某种恐怖的史前巨兽盯上了一样。作为进化者，这种直觉曾经无数次救过他的命。停！夜宵猛地停下脚步，瞬间缩进了一辆废弃公交车的底盘下。怎么了，队长？不对劲。夜宵的声音有些干涩。太安静了。是的，太安静了。他们已经渗透到了距离光源不到300米的地方，但这里什么都没有，死一般的寂静。队长，你看那边。突击手突然惊呼一声，夜宵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瞳孔猛地一缩，在前方100米的空地上停着几辆庞然大物，那是坦克，但不是黑钢集团那种用推土机改装的土坦克，而是真正的拥有流线型炮塔和修长炮管的杀戮机器。即便是在沉睡中，那种扑面而来的钢铁煞气也让夜宵感到一阵窒息。那是主战坦克。夜宵瞪大了眼睛，这绝不是黑钢集团那种拼凑出来的土坦克，这是真正的战争机器。不好，炮塔在动。夜宵惊恐地发现，那辆坦克的炮塔竟然悄无声息地转了过来，黑洞洞的炮口瞬间锁定了他们，同时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太安静了，这说明对方早就发现他们了。撤，快撤！夜宵几乎是咆哮着喊出了这个字。这是陷阱，快走！他转身就跑，之前的自信荡然无存。然而晚了，就在他们转身的一瞬间，一声沉闷的枪响，夜宵只觉得右手一轻，钻心的剧痛传来，他的战术匕首连同半个手掌被一颗大口 PEP 弹打碎了。狙击手在2点钟方向。又是2声枪响，2名队员手中的武器应声而飞。谁出来？有种出来单挑！突击手疯狗怒吼一声，掏出一支红色的针剂，狠狠地扎向自己的脖子。那是2号药剂，然而针头距离皮肤还有1厘米的时候，一道蓝色的电弧划破夜空，疯狗浑身剧烈抽搐，口吐白沫，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该死！夜宵看着瞬间倒下的队友，眼中闪过一丝绝望的疯狂。既然跑不掉，那就拼了！他双腿肌肉紧绷，瞬间弹射而出，快若闪电。然而就在他起步的瞬间，4道刺眼的白色光柱瞬间从四周同时亮起，将他所在的区域照得亮如白昼。强光让夜宵瞬间致盲，他惨叫一声，捂着眼睛摔倒在地。欢迎来到0号基地，一个冰冷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回荡，或者说，欢迎来到信息化战争的歼灭战现场。夜宵强忍剧痛，勉强睁开一条缝，他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在他四周，不知何时出现了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装备精良，手中的步枪挂载着各种他叫不出名字的配件，几十个红色的激光瞄准点密密麻麻地落在他和队友的身上。而在正前方，那辆99的主战坦克不知何时已经转动了炮塔，那根粗大的125毫米滑膛炮正冷冷地指着他的脑袋，距离不到20米。用主战坦克指着一个拿匕首的人，这特么是人干的事，绝望，彻底的绝望。夜宵引以为傲的一切，在这些钢铁巨兽和红外瞄准镜面前，就像一个小丑。别开火！夜宵缓缓举起了双手，在那根足以把他轰成渣的炮管面前，慢慢地跪了下来。我投降。10分钟后，0号基地地下审讯室，曾经不可一世的夜宵小队，此刻正像5只被拔了毛的鸡，被锁在审讯椅上。我走进来时，夜宵正垂着头，眼神空洞。抬起头来！雷龙冷喝一声，夜宵颤抖着抬起头，看到了我这个年轻的过分的男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喝了一口咖啡，微笑着看着他。我叫林寒，这里的主人。说实话，我对你们那个什么进化者的能力挺感兴趣的。我放下杯子，指了指旁边单向玻璃后的实验室，在那里，苏婉正穿着白大褂，兴奋地调试着设备。我的首席科学家刚好缺几个活体样本来研究一下晶核对人体的影响，所以接下来的对话决定你们是躺在解剖台上为科学献身，还是作为劳改犯去后面帮我们搬砖。我脸上的笑容依旧灿烂，但在夜宵眼里却比恶魔还要恐怖。现在告诉我，黑钢集团的那帮高层派你们来之前有没有说过他们想怎么死？0号基地地下审讯室，时间过去了1个小时，夜宵手上的伤口已被处理过，但疼痛感依然在提醒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在单向玻璃的另一侧，苏婉拿着一份检测报告，眉头紧锁。结果出来了，我推门走进观察室。出来了。苏婉将报告递给我，语气中带着一丝怜悯。怎么说？所谓的进化者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苏婉指着报告上的细胞显微图。他们的细胞活性虽然是常人的5倍以上，但这并不是自然的进化，而是被病毒强制点燃的。点燃？对，就像是往发动机里喷注了过量的助燃剂。苏婉打了个比方 ，C 病毒的变种毒株在不断侵蚀它们的端粒酶，强行透支细胞的生命力来换取短暂的爆发力。按照这个衰竭速度，他看了一眼审讯室里的夜宵，即使没有任何外伤，他也活不过3-5年。到时候他会因为全身器官衰竭而死，或者彻底沦为一只毫无理智的丧尸。我挑了挑眉。也就是说，黑钢集团所谓的造神计划，其实是在批量制造短命鬼，不仅是短命鬼，还是移动的生化炸弹。苏婉冷冷地说道：“这种改造不可逆，那个叫李森的人，完全是在拿活人当一次性消耗品。”明白了，我点了点头，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这个情报比他们嘴里的防御图更有价值。说完，我拿着报告走进了审讯室，一份文件被甩在了夜宵面前。看看吧。我拉开椅子坐下，这是你的体检报告。夜宵茫然地拿起报告，虽然看不懂复杂的医学数据，但最后那行加粗的红字结论他还是认识的。诊断结果：细胞重度衰竭，基因链崩溃前兆，预计剩余寿命不足3年。这是什么意思？夜宵的声音在颤抖。意思就是你引以为傲的神血其实是催命的毒药。我指了指玻璃墙后的苏婉。我的首席科学家刚刚分析了你的血液，黑钢集团给你们注射的所谓强化药剂，其实就是在透支你们的生命。你们觉得自己变强了，
其实只是在燃烧最后的蜡烛。不可能，森哥说过，这是进化的钥匙，这是新人类的标志。叶宵猛地站起来，却被手铐狠狠地拽回椅子上。你在骗我，你想动摇我的意志？骗你！我嗤笑一声。你自己难道没感觉吗？每次使用力量后的极度虚弱，夜晚骨骼深处的剧痛，还有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嗜血欲望。叶宵愣住了，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因为我说的每一个症状都精准地击中了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他一直以为那是进化的代价，原来那只是死亡的倒计时吗？他们一直在骗我们。叶宵喃喃自语，眼中的光芒彻底熄灭了，信仰的崩塌最是让人绝望。也不全是坏消息。我突然话锋一转，虽然不可逆，但如果你配合的话，苏博士或许有办法帮你延缓这个过程，甚至让你在剩下的日子里活得像个人。叶宵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你要什么？我要第3净水厂的一切。我身体前倾，盯着他的眼睛。布防图、火力点、人员配置，还有那个李森的藏身处，我要全部。半小时后，指挥中心，一张详细的第3净水厂布防图已经投射在了大屏幕上。不得不说，这块骨头还挺硬。赵建国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火力点，表情严肃。3道防线，2000多名奴隶作为肉盾，还有300名全副武装的四军。除了我们见过的那些改装装甲车，他们竟然还藏着一架武装直升机，是一架战前遗留的风暴级轻转旋翼机。虽然火力凶猛，但他们缺乏专用的高能固态燃料，飞一次就要消耗掉半个仓库的储备，平时根本舍不得动用。我补充道，根据叶宵的交代，黑钢集团的核心战力除了这340军，还有大约50名像他这样的进化者，其中最强的是安保队长屠夫，据说是个2阶力量强化者，能徒手掀翻小汽车。在重机枪面前，掀翻小汽车并没有什么战术价值。雷龙插嘴道，现在的关键是他们控制着水源。赵建国指了指地图核心的净水车间，如果我们强攻，李森那个疯子很有可能会炸毁净水设备，甚至在水里投毒。那是海山市唯一还在运作的深层地下水井，也是我们未来开发这个世界的关键资源，所以不能强攻，只能智取。我问道。赵建国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铁血的光芒。是斩首。他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直插黑钢集团的核心行政楼，特战队渗透，配合正面佯攻，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直接断掉他们的指挥部。赵建国转过身看着我，林寒同志，你不是一直想试试双川门的空间锚点迁移实战效果吗？我一愣，随即眼睛亮了。首长，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将光门直接开到他们的大本营内部？赵建国微微一笑。比如那个李森的办公室隔壁。我看着地图，深吸了一口气。这哪里是斩首，这简直是把刀架在人家脖子上开门。干了！我一拍桌子，这绝对是史上最不讲武德的特种作战。深夜，海山市天空依旧飘着黑雨，在距离第3净水厂约2公里的一处废弃地铁口，一支12人的精锐小队正借着夜色前行。队伍的最中间是被严密保护的。还要多久？我压低声音问道。即便穿着全套重型防爆服，手里还握着冲锋枪，我的心跳依然很快。毕竟这是实打实的深入敌后，穿过这条维修通道就是净水厂的地下泵房。走在最前面的向导是前夜宵队长，现在的代号囚徒。那个泵房废弃很久了，就在李森办公室所在行政楼的正下方，那是整个基地唯一的防守盲区。雷龙手中的枪口始终若有若无地指着夜宵的后心，冷冷道：“你最好祈祷那条路还没塌，否则你会是第一个被埋在里面的人。”夜宵苦笑了一声，没有回话。10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堵厚重的混凝土墙前。就是这里。夜宵指了指头顶，上面就是行政楼的地下室。这面墙的后面原本是备用发电机房，空间很大。我上前摸了摸冰冷的墙壁，检测到符合条件的依附载体。是否在此处展开空间门，带他下去看管起来？我回头下令，2名队员立刻上前，给夜宵套上头套，将他拖到了远处，确认无关人员已被清场后，我才转过身。呼，我长出了一口气，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雷龙和特战队员们。赵建国原本坚决反对我亲自涉险，但空间锚点迁移必须由宿主亲自定位，这是必须冒的险。所有人准备。我的声音虽然还有些紧绷，但已经透出一股决然。特战队员们瞬间散开，构建起防御阵型。我闭上眼睛，意识沟通系统展开。嗡，幽蓝色的光芒在这漆黑的地下空间骤然亮起，一面宽达5米、高达4米的巨大矩形光幕凭空出现在众人面前。几乎在光门成型的瞬间，一股冷冽肃杀的气息从门那边涌了出来，那是钢铁与火药的味道。行动代号雷霆。光门另一侧传来了赵建国沉稳有力的声音：进攻！轰轰轰！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如同战鼓般响起。第一波冲出来的是3台山猫全地形突击车，车顶的遥控武器站闪烁着死神的寒光。紧接着是整整2个排的全副武装特战队员，像黑色的潮水一样涌入这个狭窄的地下空间。宽敞的地下室瞬间被从地球传送过来的钢铁洪流塞满。我迅速退到一旁，看着这震撼人心的一幕，心中的紧张感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激昂。这就是背靠国家的力量，什么末世军阀，什么觉醒者，在现代化的成建制军队面前，都是土鸡瓦狗。此时此刻，行政楼3层总经理办公室，李森正把双脚翘在办公桌上，摇晃着半杯红酒。夜宵还没回来，他问旁边的副手。还没，老板。不过那个方向刚才传来了枪声，估计是那个小营的反抗了一下，耽误了点时间。副手讨好的说道。夜宵办事您放心，天亮之前，那个营地的物资和那个漂亮妞肯定能送到您床上。那最好是这样。李森冷笑了一声。最近不太平，听说西边的那个救世军又在蠢蠢欲动。要是夜宵这次能带回来点好东西，正好可以扩充一下我们的军备。
他话音未落，一声巨响，仿佛地轮翻身，整栋行政楼都剧烈的颤抖了一下，桌上的红酒杯直接震动。怎么会是地震了？李森惊慌失措的跳了起来。报告老板！对讲机里传来了楼下守卫惊恐的尖叫声。地下室炸了！什么？不是炸了，是有坦克从地下室冲出来了。你他妈疯了吗？李森破口大骂。地下室哪来的坦克？那是地鼠打洞钻进去的吗？然而下一秒他就骂不出来了。哒哒哒哒哒，沉闷而密集的重机枪扫射声直接在楼下的大厅炸响，紧接着是爆破声和惨叫声，那是金属风暴在撕碎一切阻挡。老板，他们冲上来了，太快了，那是特种部队，真的是特种部队啊！对讲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李森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颤抖着手从抽屉里掏出一把沙漠之鹰，刚想冲向门口，厚实的实木大门连同门框一起被一只穿着战术靴的大脚狠狠踹开。木屑纷飞中，2枚震撼弹滚了进来。不，嗡！刺眼的白光和巨大的噪音瞬间剥夺了李森的所有感官，他像个醉汉一样瘫倒在地。等他的视力稍微恢复一点时，只感觉到几个冰冷的枪口正死死地抵在他的脑袋上。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李森是吧？如果你不想脑袋开花，就让你的人全部放下武器。”李森努力睁开流泪的眼睛，看到了一群全副武装、装备精良到让他绝望的战士，而在这些战士的身后，一个穿着厚重防爆服的身影正透过面罩冷冷地看着他。这不可能！森从喉咙里挤出绝望的声音：“你们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走上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末世霸主，我指了指脚下的地板，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们是从你家地下室长出来的。战斗结束的很快，但战后的清理工作却更加繁琐。当第一缕晨曦洒在第3净水厂时，这座曾经被暴力和恐惧统治的堡垒终于迎来了宁静。广场上，曾经不可一世的黑钢集团司军，此刻正抱头蹲在地上。都老实点，别乱动！一名特战队员用枪托狠狠地砸在一个试图掏匕首的司军背上，那个司军吓得浑身发抖，裤裆瞬间湿了一片。这一幕被不远处蹲在角落里的2000多名幸存者看在眼里，他们麻木的眼神中，除了恐惧，多了一丝难以置信的震惊。在他们的认知里，新的占领者通常意味着新一轮的屠杀或更残酷的奴役。然而，预想中的鞭打、辱骂和枪决并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足以勾起人类最原始欲望的香气。那不是烤变异瘦肉的焦臭味，也不是发霉面包的酸味，而是大米粥特有的清香。这是大米粥的味道。人群角落里，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抽动了一下鼻子，浑浊的眼中突然迸发出神采，死死地盯着广场另一侧。那里几名身穿防护服的士兵正抬下几个巨大的不锈钢保温桶，桶盖揭开的瞬间，白色的蒸汽升腾而起。对于这些在末世里挣扎了12年的人来说，这白色的蒸汽简直比最高纯度的毒品还要让人上瘾。负责分发的士兵打开扩音器，排好队，每人都有。那语气中的平和与秩序感，是这些幸存者12年来从未听过的。天籁，老人、妇女和儿童优先，不要挤，食物管够。玩食物的人到左边的医疗帐篷接受体检。人群出现了一阵骚动，但看到周围持枪警戒的战士，又畏缩地停下了脚步。真的，给我们吃！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看着走到面前的士兵，眼睛里写满了渴望和恐惧。士兵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火腿肠递了过去。吃吧，以后不用再饿肚子了。那一刻，女孩的母亲突然抱着孩子嚎啕大哭，哭声像是会传染，迅速蔓延到整个人群。2000多名幸存者对着这几桶白粥哭得撕心裂肺，那是压抑了12年的委屈，也是绝处逢生的宣泄。行政楼后方地下实验区，这里的气氛截然不同，像是地狱的残留。这帮畜生！苏婉站在一间标着进化室的房间里，手中的电子记录本被她捏得咯咯作响。房间里摆满了巨大的玻璃罐，罐子里装的不是标本，而是失败品。那些被强行注射过量晶核提取液而基因崩溃、身体畸变的人类，被浸泡在防腐液里，死不瞑目地瞪着外面的世界。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造神计划。雷龙站在苏婉身后，看着这炼狱般的场景，语气森冷的可怕。把活人当成小白鼠，用来测试病毒的临界点。不只是测试。苏婉指着一本沾满血迹的实验日志，声音在颤抖。他们在尝试量产进化者。李森认为，只要基数够大，总能筛选出几个能适应病毒共生的神之子。至于那些失败的，就是这些罐子里的东西。日志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实验数据：实验体074号，注入1节晶核提取液10毫升，反应剧烈，全身血管爆裂，死因多器官衰竭。实验体109号，注入2节晶核提取液5毫升，出现部分骨骼金属化，但随即失控狂暴已被清理。实验体213号，每一行冰冷的数据背后都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把这些资料都收好。苏婉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恶心和愤怒。虽然残忍，但这些数据对于我们研究疫苗以及寻找安全利用晶核的方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能让他们白死。明白，那这些人渣怎么办？雷龙指角落里那几个瑟瑟发抖的黑钢集团研究员。苏婉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交给那些幸存者审判吧。我想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会很乐意和他们交流一下实验心得的。行政楼顶层，总经理办公室，这里已经变成了我的临时前线指挥部。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楼下有序排队的人群，以及远处开始清理废墟的工程车。这就是文明重建的第一步。赵建国的身影出现在桌上的指挥终端屏幕上。林涵，你做得很好，不仅拿下了地盘，更重要的是你赢得了人心。有时候一碗热粥确实比枪炮管用。我感叹道。但要守住这份人心，还需要更多的
的东西，资源清点出来了吗？赵建国问。正在清点，战果超乎想象。我转身看向正在忙碌的后勤官，报告首长，初步清单出来了。后勤官递过来一个战术平板。首先是黄金，李森在地下金库里囤积了大约21吨黄金。我点了点头。这批黄金在现实世界就是近10亿的资金，足以填补星火计划初期的很多窟窿。其次是科技设备。后勤官指了指旁边的3个银色手提箱，这是最大的惊喜。我们在李森的私人收藏室里发现了这批军用级的战术平板和一台便携式服务器。我随手拿起一块平板划了几下，系统运行丝滑流畅。这东西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我眼睛一亮，有了它储存的海山市实证、网络协议和加密地图，我们或许能尝试唤醒这座城市沉睡的某些系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后勤官的声音压低了一些，打开了最中间的那个黑金手提箱。刹那间，迷人的红色光晕照亮了办公室。金河黑钢集团这几年搜刮的所有高品质存货都在这了。箱子里整齐的码放着30多颗血红色的2阶晶核，以及400多颗1阶晶核。检测到高纯度能量源，发现2阶生物晶核32，1阶生物晶核415，预计可转化能量4800点，2阶加4980点，1阶当前能量储备9780。我看着视网膜上跳出的系统数据，呼吸都不由得停滞了一瞬。将近1万点，打掉一个区域军阀，就凑齐了升级 LV3所需能量的90。拥有这样庞大的能量储备，意味着我是一个真正的暴发户，可以毫无顾忌地开启物质传输通道，将重型装备源源不断地运过来，也可以随意使用空间锚点迁移，将战火烧到任何敌人的家门口。除了这些，我们在李森的电脑里还发现了一样东西。后勤官调出了一张模糊的卫星地图，这是一张海山市周边的势力分布图，上面标记了2个非常关键的坐标。他指着地图边缘的一个红点，第一个位于城西的灯塔营地，标注显示那里聚集了大量的战前科研人员，拥有相对完整的工业生产能力。我的目光闪烁了一下，苏瓦的家。第2个呢？后勤官的手指移向城市中心，那个被猩红颜色覆盖的区域。第2个就是海山市的中心医院，黑钢集团在地图上给它打了一个巨大的骷髅标记，并备注为禁区，但在备注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后勤官放大图片念出了那行字：疑似4阶变异体母巢所在地，晶核储量无法估量。办公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看着那个猩红的骷髅标记，仿佛能感受到屏幕透出的恐怖气息。4阶母巢，如果2阶晶核就能提供150点能量，那么4阶，看来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已经很明确了。赵建国在屏幕那头打破了沉默。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消化掉这次的战果，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点了点头，目光重新投向窗外。这里不再是黑钢集团的魔窟，这里是01号前进基地，是人类文明在这个绝望世界里重新点燃的第一把火。我深吸一口气，知道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瑟瑟发抖的普通青年了。我的身后站着一个强大的国家。全员注意！屏幕里赵建国沉稳的声音响起，正式下达了占领后的第1道军令：1级战备解除，各单位转入建设状态，务必在24小时内建立初步防御圈。另外，赵建国看着屏幕里的我，语气稍微缓和。通知炊事班今晚加餐，红烧肉管够。01号前进基地，文明并不意味着免费的午餐。我和赵建国都深知，在末世纯粹的施舍只会养出懒汉，只有建立起公平的交换体系，才能真正激活这个死寂社会的生命力。所有人员注意！基地广播里传来了清晰有力的普通话播报，请所有16岁至55岁的健康成年人前往行政楼前广场集合，进行身份登记和劳动力分配。重复一遍。前往行政楼前广场集合，进行身份登记和劳动力分配。人群中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骚动，他们唯一担心的是新主人的剥削会不会比黑钢集团更狠。老张混在人群中忐忑不安，他曾是净水厂的老工程师，50多岁的人了，在黑钢统治时期因为懂技术，勉强保住了一条命，但也只是活着而已。老张，你说他们会让我们干什么？不会是去当诱饵引丧尸吧？旁边一个年轻人小声问道。别瞎说。老张瞪了他一眼。你见过给奴隶发新衣服的土匪吗？队伍缓缓向前挪动，姓名。负责登记的是一名穿着黑色战术外骨骼的年轻战士，语气平和严谨。张建国。老张有些结巴的回答。不用行礼，站直了。战士抬头看了他一眼。以前是干什么的？原本是这厂里的工程师，后来在黑钢那边负责修水泵和发电机。工程师。战士的眼睛亮了一下，在仪器上操作了几下，看着镜头，一道柔和的蓝光扫过老张的虹膜。身份档案建立，张建国，52岁，高级技术人员，编号01 T042。战士递过来一个黑色的橡胶手环，带上这个，这是你在基地的身份证，也是你的钱包和健康监测仪。钱包。老张愣住了，在末世前早就成了废纸。没错。战士指了指广场中央一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在1号基地，我们不使用旧时代的货币，也不实行奴隶制配给，我们实行贡献点积分制。老张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显示屏上正滚动着各种条目。01号基地任务发布版：基础劳务类，清理战场，搬运尸体1积分，谈防疫补贴；技术工种类，急需，机械维修，电工20积分1天，需考核定级；高级技工有额外津贴；资源搜集类，高风险高回报，1阶晶核100积分1颗，2阶晶核1500积分1颗。而在屏幕的另一侧，
则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物资兑换列表。食品类：白米粥、馒头，无限量供应，50积分1份；午餐肉罐头340克，10积分1罐；红烧肉罐头特供，50积分1罐。日用品类：香皂、洗发水3积分1份，抗生素阿莫西林50积分1本，香烟、硬通货30积分1包。老张看得目瞪口呆，喉结剧烈的滚动着，他快速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他去干最苦的搬尸体，一天搬个10具就是10积分，足够吃饱喝足。但如果他能通过机械维修的考核，天哪，20积分一天，那岂不是2天就能换一罐红烧肉？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规则是公开透明的，只要你肯干，就能活得像个人。这哪里是基地，这简直就是天堂。这是真的吗？老张颤抖着问。真的给红烧肉，不是骗我们去干活？当然。战士笑了笑，从桌子底下拿出一罐红烧肉晃了晃。只要你有积分，想吃多少吃多少。我们首长说了，在这里劳动最光荣，多劳者多得。我报名，我会修蹦机，我是这厂里原来的总工。老张猛地挺直了腰杆，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不光会修蹦机，发电组、变压器我都会修。给我工具，我现在就能干活。很好。战士满意地点点头，在手环上录入了一串代码。去 B 区参加考核吧，通过后今天就开始计薪。行政楼顶层临时指挥中心，我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楼下热火朝天的景象。每个人脸上那种麻木的死气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名为奔头的活力。看来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我感慨道。不仅是适应，赵建国的全息影像出现在屏幕上，更是对秩序的渴望。这套积分系统本质上就是重建信用体系，只要让他们相信付出就有回报，他们爆发出的生产力是惊人的。这还要多亏了国家提供的物资支持。我笑了笑，要是没有那堆积如山的罐头和粮食做信用背书，我也玩不转这套体系。这只是开始。赵建国神色严肃。国内的专家团队已经对你送回来的晶核样本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东西蕴含的能量密度极高，如果能破解其能量转化机制，对现实世界的能源格局都是颠覆性的。所以林寒1号基地必须稳住，这里是我们未来的能源矿场。放心吧，赵叔。我点了点头。对了，苏婉那边怎么样？他比你还忙。一旁的雷龙插嘴道。他刚刚从幸存这里挑走了30多个有医学和生物学背景的人，而且……雷龙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敬佩。咱们这边的第一批元件专家组也已经通过光门过去了。那帮中科院的老教授一看到苏婉拿出来的病毒样本和变异体切片，一个个兴奋的跟打了鸡血似的。现在他们都钻进了地下2层的 P3实验室，全都听苏婉指挥。那场面，一群白发苍苍的院士围着一个小姑娘叫老师，请教一些生物学知识，真是有趣。3人行必有我师嘛。我会心一笑。苏婉在末世摸爬滚打了12年，这方面的经验确实比我们丰富，让专家们多学学，尽快把2届的科技树融合起来，只要别搞出生化危机就行。我开了个玩笑，雷龙倒是神色严肃地接过了话头。明白，林顾问放心。安全红线我们一直盯着，所有外出的劳工队必须由精锐小组带队。另外，我们正在重点关注那些愿意搜集晶核的勇士，这些人是将来扩充地方辅助武装的好苗子。雷龙敬了个礼，正要转身离开，突然指挥中心的红色警报灯亮了起来。一名雷达操作员猛地站起身，报告，侦察雷达捕捉到异常信号。我和雷龙同时转过身，快步走到电子地图前方为正西方向，距离基地5公里，研究国道向我方高速接近。操作员调出了无人机的实时侦察画面，画面中一直由3辆改装越野车和1辆重型卡车组成的小型车队，正在废弃公路上狂奔，车身上焊满了粗糙的钢板和尖刺。西边，我眉头一挑，目光锁定了地图上被标记为红色的区域，那是灯塔营地的方向。是的，雷龙放大图像，确认身份。是灯塔营地的车队，看着架势不像是在航行军，倒像是在逃命。画面中，车队开得歪歪扭扭，似乎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赶。不管是来干什么的，我握了握手中的茶杯。既然客人来了，我们确实得接待一下，只是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邻居上门，我们也得有个态度。雷龙神色肃穆，上前一步。林顾问，防御部署交给我。既然是第一次正式接触，必须把我们最硬的拳头亮出来。我会安排那2辆99A 直接顶到大门口，步战车2翼展开。既然来了，就得让他们明白这儿谁说了算。这场外交接触的第一步就是亮剑，我们要教会这些邻居怎么好好说话。有你们在，我很放心。01号前进基地，地下2层。仅48小时前，这里还是黑钢集团统治下遍布血污的禁区，但在我的工兵连日夜消杀改造后，已经成为了整个末世最精密的所在。P3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厚重的气密门划开，我穿着无菌服迈进这片核心区域。这里不再有阴森的刑具，取而代之的是从现实世界紧急运来的各种顶级科研设备。10几台精密仪器正发出低鸣，而国家从科学院紧急抽调的第一批元件专家组正围在苏婉身边。苏博士，您看这个样本的 RNA 转录过程，是不是跟流感病毒有某种相似性？苏老师，关于暴行者肌肉纤维的金属化反应，我有一个新的猜想。苏婉眼底难掩疲惫，但整个人却处于前所未有的狂热专注中。陈教授，那个 RNA 片段是陷阱 ，Z 病毒具有极强的伪装性，你再做一次逆转录看看。他头也不回地操作着电子显微镜。至于金属化反应，那是3阶以上变异体才有的特性，目前的1阶样本数据不足，不要盲目推导。他起身的瞬间看到了我，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林寒，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笑着走过去，示意几位欲言又止的老教授继续。来看看我们的首席科学家怎么样？这套新家当还满意吗？岂止是满意。苏婉抚摸着一旁的质朴仪，眼神发亮，这简直就是天堂。灯塔营地虽然也保留了一些战前设备，但因为缺乏电力和维护，一大半都趴窝了，剩下的也是故障频出。而你这里全是全新的，甚至有些型号比我记忆中战前最先进的还要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我听雷龙说，你刚来就搞了个大新闻，跟我来。他神色严肃地将我带到分析区，递来一份厚厚的报告。我这2天仔细分析了李森留下的那些所谓造神计划的实验数据，不得不说，黑钢集团的人虽然丧尽天良，但他们在人体实验中积累的海量数据，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他们为了制造所谓的强化战士，给数千名幸存者注射了不同浓度的晶和提取液，绝大多数人都因为排异反应惨死。但在分析死亡记录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我翻开报告，被红笔重点圈出的感知失效4个字瞬间抓住了视线。你看这个编号 A302 的实验体，监控录像里，一个满身溃烂的男人倒在丧尸笼内，周围狂躁的丧尸却像瞎子一样直接将他无视了。巨大的震撼猛然攫住了我的心脏。这时我瞳孔一缩，隐身不是视觉上的隐身，是嗅觉和感知上的屏蔽。丧尸捕食主要依靠嗅觉锁定活体生物散发的特定信息素，其次是听觉。而在那个实验体死亡前的30分钟里，他体内的某种代谢产物中和掉了这种活人味。李森那帮蠢货只顾着追求力量强化，认为这个实验体是失败品，直接处理掉了，却不知道他们丢掉的才是真正的神迹。苏婉晃了晃手里一只装有淡绿色液体的喷雾，我提取了那种特殊的酶，利用你们提供的基因编辑技术，剔除了其中导致细胞崩溃的毒性片段，并用一阶晶核粉末作为稳定剂，合成出了这个，我叫它迷雾1号，一种丧尸信息素伪装喷雾，只要喷在身上，就能在30分钟内完全屏蔽普通丧尸的感知。我接过那只冰冷的喷雾，在这末世能规避尸潮的信息素，简直就是行走的官方外挂，更是用无数生命堆砌出的终极保命符。效果测试过吗？我强压着激动的心情，已经在隔离区做过活体测试了。视频中的特战队员喷上药剂后走进尸笼，嗜血的丧尸毫无反应，有效半径约3米，持续时间30分钟。不过也有局限性，对2阶以上的变异体效果会大打折扣，因为他们已经进化出了更敏锐的视觉和听觉辅助判断能力。第二，不能主动攻击，一旦产生剧烈的攻击动作或开枪，伪装就会失效。足够了，我死死攥着试管，足够让我们的搜索队深入城市中心，足够让我们去那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死地。苏婉，你立大功了！我盯着他沉声道，这东西如果能量产，价值不亚于一个装甲师。量产还需要时间，目前的晶核储备不够，而且想要改进它对高阶变异体的效果，我还需要更多的数据，特别是关于2阶变异体的活体数据。数据会有的，晶核也会有的。我的战术终端突然震动，上面的情报让我脸色皱了。怎么了？刚刚通讯班利用黑钢集团留下的市政网络协议，恢复了城市周边的短波通讯监听。我走向墙上的电子地图，就在10分钟前，我们截获了一段求救信号，信号很微弱，断断续续，使用的是明码广播，频率代码显示是灯塔营地的。苏婉冲到地图前，死死盯着屏幕，声音发颤。灯塔，他们怎么了？求救内容是什么？只有4个字：受潮，速逃。侦察无人机已经飞过去了。画面显示，一股规模不小的变异兽群正在围攻灯塔营地的外墙。如果不介入，以灯塔的防御火力，他们撑不过今晚。苏婉死死抠住实验台。灯塔里并不全是好人，当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赶走我和父亲的那些高层都很自私，也很冷血。他们甚至为了省电，停掉了父亲维生舱的能源。我知道，我太懂末世中人性的残忍，但我绝不会放过任何掠夺资源的计划。但我更知道，那里还有几百名像你父亲一样无辜的研究员，还有成吨的实验数据和图纸。那些人是人渣，但那些知识是无价的。苏博士，我不是去当保姆的，更不是去当圣母的。现在的01号基地有枪、有粮、有药，唯独缺人、缺技术、缺科研力量。灯塔有的正是我们缺的，而我们有的，我拍了拍物资箱，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是去收购的，我要把灯塔营地连人带设备全部打包带回来。至于那些曾经欺负过你的人，你会亲眼看到，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所谓的高傲和权力是多么的不值一提。准备一下吧，苏博士。转身走向门口，我冷冷地勾起嘴角，带上你的迷雾1号。这一次，我们要风风光光地把你的老同事们接回来。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在这个末世，谁才是真正的灯塔。陈教授，准备建立2级生物安全隔离区。我们要准备接收大批新的活体样本和新同事。西侧主入口的货运通道内，早已有我的部队筑起了交叉火力的绝命防线。伴着沉闷的嗡鸣，3辆暴力的改装越野和残破重卡正发了疯似的冲向基地。停车，前方是军事禁区，再靠近将视为敌对行为，立即开火。车队没有减速，头车上钻出的壮汉拼死挥舞着信号枪，我军狙击枪随即轰响，12.7毫米子弹生生在他们车前凿出大坑，逼得整个车队死死刹住。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是人类！壮汉连滚带爬的跳下车，我们是西边灯塔营地的搜索队，我们没有恶意，后面有东西在追我们。顺着他的目光，远处的地平在线炸开了漫天烟尘，几头暗红色的变异犬正以恐怖的速度向着逼近，是猎杀者。壮汉瞬间面无血色，被2级变异兽咬死只是瞬间的事。就在他闭目等死之际，防线后的帆布猛然
然掀开，99A 主战坦克的炮管阴森的压下，伴随着两侧机关炮的怒吼，密集的弹雨当空将那几头猎杀者搅碎成了漫天血雾，绝对的火力碾压，惊呆了那支残余的车队。这是正规军，战前的正规军。10分钟后，这支猎鹰搜索队被解除武装，他们贪婪地盯着我基地里充足的电力和干净的水源。喝点吧，雷龙丢去一瓶水，壮汉一饮而尽。雷龙如铁塔般逼视着他，说吧，哪部分的？来干什么？屁股后面为什么跟着尾巴？我叫王猛，灯塔营地安保队的副队长。我们本来是奉命出来侦查的，据说黑钢集团被人灭了，首领让我们来看看是哪路神仙占了这里，没想到是个真神仙。少废话，雷龙喝止，说重点。刚才那几只猎杀者是怎么回事？恐惧再次爬满他的脸。兽潮，西边的山区炸锅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平时躲在深山里的变异兽突然全部冲了出来，不仅是猎杀者，还有巨力者，甚至还有人在天上看到了龙。我骤然出声走上前，雷龙极有眼色的退了半步。这个站位让王猛心头微震，是腐肉飞龙。苏婉拿着战术平板走近，林寒，他说的是真的。刚才我们再次确认了信号源，灯塔营地确实已经被包围了。那几只追他们的猎杀者，可能只是外围的斥候。苏博士，你还活着？王猛倒吸一口凉气，怎么很意外吗？王队长，当年把我父亲赶出实验室的时候，你可是带头砸门的那个。王猛躲闪着视线，根本不敢直视眼前这个掌控局面的女人。我冷眼盯着她，审视着这场可能翻倍扩充实力的交易。叙旧的话以后再说。所以你们是逃出来的，算是突围吧。营地被围之前，首领派了几支车队往不同方向突围求援，我们运气好冲了出来，但也被那几只畜生盯上，一路追到这里。林长官，王猛扑通一声砸在地上，长跪不起，求求你救救灯塔吧，那里还有3000多人。虽然首领他们不是东西，但底下的幸存者是无辜的，而且营地里还有很多设备，很多资料，如果被兽潮攻破就全完了。3000人，我偏头看向雷龙和苏婉，3000个劳动力，加上苏博士你念念不忘的那些设备和同事，这笔买卖能做？同意，这确实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赵建国局长在一群参谋簇拥下走来，我向他微微颔首。赵局、雷龙等人肃然敬礼。参谋部已经评估过了，灯塔营地的人员和设备是我们急需的。雷龙，我批准你的战斗请求，带上装甲连和2个机步连，去把人接回来。记住，我们要的是人口和设备，不是废墟，尽量减少附带损伤。是，保证完成任务。雷龙眼底烧起战意，对着通讯器爆吼，全体都有，1级战斗准备。车库门轰然洞开，10辆99A主战坦克碾压着地面驶出，卷起让大地站立的气浪。王猛跪扑于地，泣不成声，见证着这个末世最残暴的终结者降临。01号前进基地，浓烈的军用柴油味在空气中弥漫。对于王猛这样的废土客来说，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气息。我看着他像个土包子一样缩在角落，10几辆油罐车正将金黄色的高标号燃油粗暴地灌入那些钢铁巨兽的油箱，满溢滴落的油液让他心疼得直抽抽。在这个连劣质生物柴油都要以低计算的末世，我手下士兵随意丢弃半桶汽油的动作，正猛烈冲击着他的认知。暴殄天物啊，太奢侈了。他呆滞的喃喃自语，这就是国力吗？王猛，别发愣了，上车。猛士突击车的车窗降下，雷龙戴着战术墨镜冷冷俯视着他，你负责带路，去头车。是，长官。王猛打着机灵爬进装甲车内，各单位注意。雷龙低沉的声音在全屏频道切入，目标正西方向，灯塔营地，距离25公里，作战代号破晓，出发。大地矩阵，10辆99A主战坦克为风势，20辆04步兵战车为2翼。我坐镇指挥车内，看着这条钢铁长龙喷吐黑烟，撵出基地大门。末世12年的废墟让街道水泄不通，但我的装甲洪流不需要绕道。前方发现路障，大约50辆废弃轿车堵塞路口。头车观察员干脆的汇报，撞过去。雷龙下令说道：收到。1500马力发动机爆出怒吼，重达几十吨的坦克直接如同推土机般碾了上去。废弃轿车在履带下被压成扭曲的铁饼，硬生生趟出了一条血路。暴力的杂音瞬间惊动了整座城市的死寂，上千只丧尸从两侧巷道如同黑潮般疯狂涌出，直接扑向车队。长官，尸潮，是尸潮！王猛惨白的叫喊从通讯频道里爆出。快停车，我们要依托建筑防守。慌什么？与他同车的苏婉看着战术平板，语气冷漠如冰。好好看着，不需要主炮。步兵战车的30毫米机关炮和重机枪瞬间泼出死亡火网，冲锋的尸潮像割麦子般粉碎断裂，大口径子弹将靠近的腐尸直接炸开，履带冷酷的碾过满地血肉，压断骨骼的声音令人头皮发麻。尸群在压路机前化作碾碎的蚁群，这就完了。王猛呆坐在椅背上，12年精打细算的求生观轰然崩塌，这就是差距。王猛，苏婉看着窗外漫长的血色旅痕。我们以前是在求生，而他们是在征服。2个小时后，我坐在指挥车内，车队向西疾驰，空气中的火药味越发浓烈，远方天际残存着夜光弹撕裂的火光。到了，王猛指着前方那座依山而建的要塞残骸，声音恐惧到颤抖。那里就是灯塔，情况远比想象中惨烈。坚固的高压围墙已被轰出缺口，密密麻麻的变异兽群正疯狂地涌入营地，巨力者那庞大的身躯正在死命锤击着大门。守军的防线风雨飘摇，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我冷漠地放下望远镜，按下全屏战术通讯，各单位注意，解除行军模式，切换战斗队形，目标前方受潮，任务一个不留，开火。10辆99A坦克的125毫米滑膛炮同时轰鸣，炮管整齐划一地指向黑暗中的受潮。
这是来自人类巅峰工业文明的问候。轰！灯塔营地内部已成炼狱，透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与截获的通讯频率，能清晰听到里面绝望的嘶吼。守不住了，东面围墙塌了，猎杀者进来了，重机枪呢？为什么不开火？没子弹了，最后一箱子弹5分钟前就打光了。指挥所天台上，营地首领周成死盯着如同潮水般绞杀着幸存者的兽群，指节因过度用力握着空枪而苍白。完了，他喃喃自语，在他的视野中，数以千计的变异体淹没着防线。轰的一声巨响，最后的大铁门被巨力者硬生生砸垮。好啊，怪物进来了！绝望崩溃的惨叫声从四处传来，猎杀者肆意割裂着守卫的喉咙。周成惨笑一声，如果在那个时候我没有为了那些设备赶走他，或许一头体型庞大的变异兽踩着满地残尸向他扑去，他紧闭双眼，举起打空了弹夹的手枪，等待死亡的终结。轰！一枚125毫米高爆弹骤然在山脚下炸开，巨力者连同周成眼前的绝望瞬间化作一团燃烧的烂肉与粉碎的血雾。地动山摇的爆炸掩盖了所有的撕咬声。这是什么？他惊恐地睁开眼，10辆荒漠涂装的99为主战坦克与20辆步兵战车碾碎废墟，如同移动的钢铁承载般驶入战场。30毫米机关炮的夜光弹化作死神的鞭子，精准地在兽巢中犁出血肉沟壑。妄图反扑的猎杀者在机枪点射下崩碎于半空。这不是战术，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热成像锁定，火控雷达清剿，曾经足以覆灭整个营地的狂潮，在现代火力的覆盖下，短短10分钟被彻底抹杀，只留下一地焦炭与刺鼻的硝烟。周成双腿瘫软，配枪啪嗒一声掉落，他满脸呆滞地看着坦克炮塔上迎风飘扬的红旗，猛地崩溃痛哭。正规军，是正规军，国家没忘掉我们，国家来救我们了。枪炮掩熄，我穿着黑色轻型防护服踏出猛士突击车，越过一地污血碎肉，出临修罗场的恶心感被身后那排冰冷的钢铁洪流彻底压下。我接过扩音器，冷峻的声音在劲绝的死域中回响，这里是星火救援队，我是林寒，代表星火救援队，现在这里由我们接管。我抬起头，视线越过硝烟，精准地锁定了天台上瑟瑟发抖的周成。周首领，不下来迎接一下你的救命恩人吗？特战队员迅速封锁了所有要道，在这个命如草芥的末世，他们冰冷的枪械和防化服成了难民眼中神明般的救赎。在一队持枪警卫的簇拥下，我迈入营地主楼。这座往日奢华的半山别墅，此刻弥漫着劣质汗臭与常年积紧的酸腐味，满地都是形如槁木的伤员。而当他们看清我身旁那个穿着雪白崭新科研修身制服的女人时，大厅里落针可闻。苏博士，角落担架上，那个曾在权力斗争中抛弃了苏婉的断腿助手颤抖哀鸣，羞愧地缩入漆黑的毛毯。周成吊着断臂，神色惨烈而尴尬。3天前，他将苏婉如丧家之犬般驱逐，今天他居高临下的归来，带着能将整个营地夷为平地的毁灭武装部队。苏婉，周成声音干涩苍白，你回来了。苏婉没有看他一眼，那种彻底的无视比任何嘲讽更加伤人。这里的空气质量很差，通风系统坏了吗？他皱起眉，直接向身后的精锐医疗团队下达指令，先建立隔离区，重伤员优先处理。另外，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立刻进行全面消杀，我不想看到交叉感染。是，苏老师。他走向那个痛哭的跟班前，语气只有绝对理智的冰凉。小刘，你的腿伤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坏死的。把他抬到医疗区，准备清创手术。周成僵在原地。这个女人自始至终在意的只有真理与生命，而她机关算尽的营地霸主之争，在她眼中不过是烂泥潭里不值一提的臭虫。苏博士，他不甘地想找回些尊严。周首领，我出声断喝，带着上位者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前。叙旧的事情以后再说。我指着四周皮包骨头的难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吃饭。我只是挥了挥手，几名精壮士兵提着沉重的保温桶砸在大地，哐当，这声巨响震开了桶盖。滚烫诱人的米粥香，浓郁滴油的红烧肉味瞬间如同重磅炸弹，狠狠搅进了场内所有的血腥味。咕咚，吞咽口水的声音毛骨悚然的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没人能在白粥和真肉面前抗拒本能。为了庆祝灯塔营地幸免于难，也为了庆祝苏博士回家，我将这施恩般的命令砸向所有人。今晚无限量供应皮蛋瘦肉粥和红烧肉罐头，敞开吃，管饱。疯狂的欢呼瞬间掀翻了屋顶。谢谢首长，谢谢苏博士。我静静看着周成，他那可怜的威望随着热粥土崩瓦解。周首领，不用这么沮丧。我走到他面前，指尖挑出一根崭新的中华烟，啪的一声用打火机替他点上。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来合作的。我有粮食，你有技术，这笔生意你不亏。他死死咬着绿嘴，猛吸一口，烟雾猛烈贯穿肺腑，浓烈的尼古丁令他神经彻底瘫软。他望向抢食的难民和一尘不染的苏婉，惨然认命。合作吧。他声音虚脱空洞。林指挥官，您看上了什么？尽管拿去吧，只要能让我们活下去，能让我们像个人一样活下去。我要的不仅仅是活下去。我冷面凑前，每一字都如敲骨吸髓。我要的是重建文明，而你们灯塔营地的技术就是重建文明的基石之一。跟着我，你们不再是躲在洞里的老鼠，而是重建这个世界的功臣。最后这2个字直接如同一道惊雷般劈中了他那熄灭的野心。周成身体站立，带我去看看吧。周首领，我指向通往 P4实验室的地下入口，让我看看你们到底藏了什么好东西，值得苏婉念念不忘，也值得黑钢集团如此觊觎。他咬牙将烟蒂死命碾碎在脚底，请跟我来。周成似乎重新找回了挺直腰板的底气。虽然我们打仗不行，但在搞科研这方面，灯塔营地确实有些家底，有些东西就算是战前
也是绝对的机密。穿越3道厚重的防爆门后，末世的腐臭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臭氧气味。这里是原海山生物科技研究所的 P4实验室，也是灯塔营地最后的据点。请进。周成输入生物验证密码，合金大门划开，昏暗的应急灯光下，整齐的精密仪器与培养槽显露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资产。周成指着实验室中央的黑色全复式装甲泰坦外骨骼原型机以及配套的第3代神经连接系统。我隔着面罩打量这台钢铁怪物，它布满粗犷的液压管线，透着冰冷的工业美感。这是陆军原本计划列装的第4代单兵作战系统。周成介绍道，它可以让一名普通士兵拥有举起一辆小轿车的力量，奔跑速度达到每小时60公里，并且能抵御12.7毫米口径机枪的直射，很强。我中肯的评价，可惜它只是一堆废铁。苏婉熟练地调出控制台数据，冷冷泼了盆冷水。因为没有配套的高能电池，现在的它只能插着电缆在实验室里走2步，一旦拔掉电源，它就是个几百斤重的铁棺材。周成僵了一下，随即走到一处保险柜前。没错，能源确实是最大的问题。他取出一个黑色方块，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宝藏。高密度固态氢电池。周成眼神狂热，这是海山市能源研究所的最高机密，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锂电池的50倍。理论上，只要这一块电池就能让泰坦全功率战斗6个小时。50倍，我瞳孔微缩，这意味着现实世界的工业逻辑将被彻底颠覆。但是苏婉再次补刀，你们造不出来。是的，我们造不出来。周成苦涩承认，这东西对环境要求极高，需要无尘真空的生产线和极其稳定的巨大的电力供应，还需要一条完整的稀有金属提炼产业链。在如今这个废土世界，甚至连一颗合格的螺丝钉都很难凑齐，更别说这种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了。周成看向我，目光中带着孤注一掷的试探。我笑了，这些他在废墟里无法凑齐的苛刻条件，对我背后的国家而言，简直是专业对口。林先生，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物资，甚至拥有某种神奇的运输渠道。他显然已经猜到了什么。我愿意献出这里的一切，图纸、样品、数据，甚至是我手下的所有科研人员。周成深吸一口气，作为交换，我希望保留对灯塔营地幸存者的管理权。当然，名义上我们属于您的下属机构。你想当个藩王？我似笑非笑地打断他。不，我只是想在这个乱世里，给跟着我的兄弟们谋一条活路，也给我自己留一点尊严。毕竟这套技术即使在战前也是价值连城的。我绕着那台泰坦转了一圈，合金的敲击声在实验室里回荡。周首领，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我停下脚步直视他。在商业谈判中，资产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它本身，更取决于买家是谁，以及卖家有没有资格拒绝。我指着那块电池，这东西在你手里，只能用来点亮几个灯泡，或者当成一块昂贵的砖头。它不仅不能帮你抵御受潮，反而会引来像黑钢集团那样的恶脑。而在我手里，我略微提高声音，我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我有数以万计的工程师，我有无穷无尽的原材料。那些困扰你的工业门槛，对我来说只是启动机器的电费而已。我能把它变成流水线上的商品，变成保护人类的盾牌，变成照亮黑暗的光。你说它是宝藏，但在你手里它只是催命符。至于你说的管理权，周首领，你觉得那些刚刚吃完红烧肉的幸存者是愿意继续跟着你吃糠咽菜，还是愿意跟着我顿顿吃肉？周成的脸色血色尽失，人心早已被我的几桶粥换走了。所以这根本不是一场谈判，我从他手中拿过电池，这是一场收购，而且是破产清算式的收购。我给你2个选择，带着你的尊严离开这里，去外面和丧尸讲道理。第二，无条件并入01号基地，你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勤部或人事部任职。虽然没有了首领的头衔，但你有干净的水喝，有热饭吃，有一张安全的床睡觉，甚至如果你表现得好，我可以给你一支真正属于你的装备精良的小队，去实现你保护幸存者的理想。除了服务器的嗡鸣，大厅陷入死寂。我选第2条。他垂下了头，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明智的选择。我随手将电池抛给苏婉。苏博士，这些东西归你了，尽快整理好数据，我们要把它们带回家。通过跨时空通讯，现实世界的中科院陈国峰教授在屏幕另一端几乎陷入疯狂。天才，简直是天才的构想。怎么说，陈老？我把玩着样品问。林涵，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陈教授指着结构图，声音颤抖。在这个电池出现之前，人类的能源储存技术其实一直处于石器时代，无论是锂电池还是石墨烯电池，本质上都无法突破化学能的极限。但这块电池，它利用了一种特殊的晶体结构，将氢原子以金属钛的形式固化在晶格中。这不仅仅是电池，这简直就是一个微型的、安全的氢弹能量库。它的能量密度达到了惊人的5000。这是什么概念？现在最好的军用锂电池也只有300左右，它比现有的电池强了整整10几倍。刚才周成不是说50倍吗？他那可能是拿他们末世前的旧能源体系做对比，或者是理论极限。陈教授挥手道，但即便是现在的10几倍，也足以改变世界了。你想想看，一辆原本续航500公里的电动车，换上这个，续航能达到8000公里，这甚至比燃油车还要持久。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了我们目前最大的痛点——高能武器的小型化。您是说外骨骼？不仅仅是外骨骼。陈教授兴奋极了，还有电磁轨道炮、高能激光武器。以前这些东西之所以无法列装，就是因为需要背着一个巨大的发电机，但现在只要一块砖头大小的电池，就足够支撑一场高强度的城市巷战。林涵，你带回来的不是一块电池，你是带回来了一把开启未来战争大门的钥匙。我心潮澎湃，这正是双穿门的意义。那量产呢？没问题。陈老答得干脆。真空无尘我们有，稳定电力我们有国家电网，稀土元素国家储备局的仓库里堆积如山，只要搞懂了它的原理和催化剂配方，给我3个月。
月不1个月，我就能拿出第一批国产化的样品。我重重点头，那就拜托您了。断开通讯后，苏婉仍在忙碌，我看向他，看来你的嫁妆很丰厚啊。别高兴得太早，电池只是动力源，真正的宝藏是这个。他指着拆解中的泰坦，你以为外骨骼就只是几块钢板加电机吗？屏幕上流动器海量代码，这是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结晶。苏婉眼中闪着光，为了驱动这台大家伙，海山市的科学家开发了配套的碳基芯片架构，算力是现在硅基芯片的10倍，而且功耗极低。为了让它能像人类肢体一样灵活，他们编写了第3代神经拟态 AI， 这可是真正的人工智能雏形。还有这个全息战术目镜，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微型投影技术，还有背后的实时战场态势感知算法。这些代码就静静地躺在服务器的硬盘里。我意识到，我搬回的是一整条军工产业链，那就把设备和人都搬回去。我大手一挥，海山是做不出来的，我们就去我们的世界做；我们的世界做不出来的，我们就在这边挖矿提炼，然后再拿回去做。双界互补，就没有我们搞不定的东西。力战此时迈入实验室，首长，搬家行动已经开始了。他汇报完转移进度，神色一正。不过我们在清理灯塔营地仓库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别的东西，一大批被封存的2号药剂。力战眉头紧锁，也就是黑钢集团的那种强化药剂。周成虽然没有大规模使用，但他似乎一直在暗中进行改良实验。我看向苏婉，苏婉，这个交给你。我知道。苏婉点头，我会分析它的成分，如果能消除副作用，它或许能成为我们对抗高阶变异体的底牌；如果不能，那就销毁它。我冷冷回应，我们不需要制造一群短命的怪物来保卫家园。明白。我站起身，理了理衣领。电池技术的入手，意味着现实世界的电磁武器也能提上日程了。走吧，去看看我们的新家当，顺便也该给黑钢集团那边准备一份大礼了。灯塔营地内，我和我的队伍正如行军已过境般，展开了一场极具建设性的搬家。那个显微镜轻拿轻放，那是德国蔡司的古董。那边的服务器机柜先拆硬盘，对，小心静电。这些培养皿都打包，别管有没有用。陈教授说了，就算是垃圾也要带回去分析。几十名身穿外骨骼的工兵在苏婉的指挥下，以刮地3尺的专业程度，连墙上的白板都没放过。林长官，一旁的周成看着连走廊应急灯都被拆下，嘴角忍不住抽搐。这些灯也要带走吗？我喝了口水，语气理所当然。那是核电池供电的长效灯，虽然技术老了点，但在野外还是很有用的。周首领，浪费是可耻的。周成陷入无言以对的彻底挫败感，他终于见识到了我们这种深入骨髓的勤俭持家。2个小时后，虫在车队驶离废墟，幸存者们趴在改装客车的车窗边，眼神不安地说道：“我们要去哪里？不知道，听说是去那个01号基地，希望能有口热饭吃吧。”当高墙与灯火通明的01号基地闯入视野时，车厢内爆发出压抑的惊呼：“天啊，这里有电！那是探照灯吗？他们不怕引来丧尸吗？快看，那是蔬菜大棚，迎接他们的不是枪口，而是饭箱。”所有人下车，按照指引，先进行洗消作业。当洗净12年的辐射尘埃，换上作训服，握着热腾腾的白面馒头和红烧肉炖土豆时，这群废土客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是肉，真的是肉，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吃不到白面了。妈妈，这个水是甜的。周成端着餐盘缩在角落，看着手下的狼吞虎咽，还有我们基地里那些清澈的眼神。输了，他夹起一块红烧肉，将野心连同肉块一起吞下，输得心服口服。基地指挥中心，我在监控前听着汇报，收心工作很顺利。副官向赵建国汇报道，经过初步甄别，这批幸存者中科研人员占比很高，其中高级职称的专家就有35名，中级工程师120多名，熟练技术工人近200名。特别是我们急缺的生物学和机械工程专家，这里都有，都是宝贝。很好，赵建国点头，通知苏博士尽快安排他们进入工作岗位，特别是那几个搞电子的，让他们配合陈教授，先把那台服务器里的数据吃透。是。对了，首长。力战脸色骤然凝重，刚才负责外围警戒的暗哨报告说，在车队回来的路上，似乎感觉到了地面的震动。震动是坦克引起的吗？不像是，那种震动频率很低，而且来自于地下深处，就像是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翻身。我心底猛地一条闪过电子地图，市中心正下方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母巢。这次搬家难道惊动了他？加强警戒，赵建国沉声下令，雷达全功率开启，无人机巡逻范围扩大1倍，一旦发现异常，直接拉响1级战斗警报。是。与此同时的现实世界，北京某绝密地下指挥中心，带血丝的陈教授提着飞箱，站在这群足以引起国际局势震荡的高层面前。首长，各位领导，经过我们科学院3个小组连续48小时的交叉验证，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向组织汇报，我们拿到了通往未来的钥匙。死寂中，坐在首位的老者缓缓开口：“陈教授，你是国家的功臣，也是科学界的泰斗，我们需要的是数据，不是形容词。”是。陈国峰挺直腰板，点亮大屏，这是01号样本，也就是林涵同志从一姐灯塔营地带回来的固态氢电池，能量密度5000。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意味着如果我们把它装进潜艇，我们的常规潜艇可以像核潜艇一样无限潜航；如果我们把它装进坦克，我们的装甲部队将不再需要伴随油罐车；如果我们把它装进无人机，我们的蜂群可以绕地球飞行3圈而不落地。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画面切换，这是苏婉博士整理传输回来的碳基芯片架构。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生产它的光刻机，但它的设计思路比我们现在的硅基芯片领先了整整2代。如果我们能吃透它，我国被西方卡了30年的芯片脖子将彻底成为历史。还有这套外骨骼的神经拟态控制算法，
这套全息成像的底层逻辑，整个会议室彻底沸腾了。验证过了吗？老者敲了敲桌子，验证过了。我们用那块电池试着给实验室的一台高能激光器供电，结果它轻松烧穿了10层坦克装甲板，而电池的电量只掉了不到1。老者看向视频那头的赵建国，赵建国道：林寒同志的想法是什么？报告首长。赵建国沉声道：林寒同志的态度很明确，上交国家，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国家能利用这些技术，尽快形成战斗力，反哺一解，因为那边的威胁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老者扫视全场，同志们，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既然那个孩子把这份泼天的富贵交到了我们手里，那我们就不仅要接得住，还要把它变成捍卫华夏民族复兴的利剑。我提议成立昆仑科技集团，作为军民融合的掩护，由陈国峰同志牵头，举全国之力，集中攻关异界科技的逆向工程。第二，将星火计划的保密级别提升至最高级，除了在座各位和直接参与人员，任何试图探听消息的人，以叛国罪论处。第三，批准向01号基地增派工程兵团和特战大队。林寒同志说的对，我们要搞双界互补，地球做不了的实验，去那边做，那边缺的物资我们给，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老者骤然起身，这一次我们要让世界看看什么叫华夏速度。大洋彼岸某情报机构总部长官，有些不对劲，什么事？东方那个国家的能源网络和物流系统最近出现了一些很难解释的波动，他们调动了大量的战略级物资，特种合金、稀土、高标号水泥，甚至还有一些封存的军用设备，但是这些物资并没有流向任何已知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没有去造航母，也没有去西北发射基地，他们的终点很模糊，似乎在向南方某个沿海城市汇聚，但在那之后就像是泥牛入海，失去了踪迹。而且那个区域的民用电网负荷并没有显著增加，反而是一些军用光缆的加密通信量激增了300。奇怪，主管眯起眼睛，这场悄无声息的大规模调动让他嗅到了极度危险的气息。难道他们在搞什么秘密的地下防御工事，还是在研发某种需要巨量资源的新型武器？不管他们在搞什么，盯紧他们。主管放下咖啡杯，语调阴寒，启动我们在那边的深度睡眠者，告诉他们不惜代价，哪怕只能搞到一张废纸，我也要知道华夏人到底在藏什么。半个月后，海滨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座因资金链断裂而停工半年的大型工业园区内，在这半个月内被彻底复活。深夜无数辆军排重载卡车轰鸣驶入，荷枪实弹的武警封锁路口，园区甚至升格为临时禁飞区。而在最核心的办公楼前，工人们刚刚挂上一块崭新的牌匾：昆仑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剪彩，没有媒体，这家注定要改变世界格局的公司在诡异的低调中成立了。办公楼顶层，作为昆仑计划的执行总监李默正看着楼下繁忙的景象，手中的咖啡已经凉透。李总，年轻的秘书抱着厚厚的文件推门而入，第一批原材料已经入库，特种钛合金300吨，高纯度石墨烯50吨，还有从国家储备局紧急调拨的稀土永磁材料，全都到位了。生产线呢？李默转过身，熬夜后的眼神锐利，正在全负荷运转。按照陈老的图纸，我们连夜改装了3条自动化机械臂生产线。1号线负责制造昆仑外骨骼的液压关节，2号线负责承重骨架的精密铸造，3号线负责那个核心的能量传输模块。预计24小时后可以产出第一批合格的零配件。李默点点头，指着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刚才又有3家供应商打电话来试探口风，问我们到底在造什么，为什么对材料的纯度要求这么变态？你去告诉采购部，谁再敢多问一句，直接剔出供应商名单，永久拉黑。另外，通知安保部，把园区的保密等级再提一级。是。李默揉着太阳穴，半个月前他还在为课题经费发愁，现在签个字就有数亿资金流动，整列火车物资调拨，这种权力让他迷醉，也让他敬畏。那个01号项目，他低声自语，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作为执行层，他没有权限知道。双川门只被命令不惜代价生产最顶级的零件，然后通过绿色通道运走。报告，秘书去而复返，压低声音，有一批特殊设备到了，是从中科院生物所直接空运过来的。随行的还有2名全副武装的特勤人员，他们指明要送往那个特殊仓库。李默猛然站起，特殊仓库就是计划中最神秘的物资终点。放心，他沉声道，传我的命令，以后凡是去那个仓库的车，全部走绿色通道，年检，任何人不得阻拦，不得查看，不得记录，明白？异界01号前进基地，灯塔营地的人员设备完全融入后，曾经冰冷的军事基地多了一丝科研的烟火气。地下2层已被改造成综合实验室，妙啊，真是妙啊！生物实验室里，中科院生物所的泰斗张教授拿着试验笔记赞叹：苏博士，你在资源如此匮乏的条件下，竟然能想到用变异植物的提取液来稳定Z病毒的活性结构，这个思路简直是神来之笔。我们在地球的无菌实验室里搞了一辈子，总是想着怎么杀死病毒，却从未想过利用它的能量特性。你的这个发现可能会改写人类的免疫学历史。苏婉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其实是被逼出来的。那时候没有低温保存设备，病毒样本离体3小时就会失活。我是变了手头所有的东西，最后发现这种生长在废墟里的鬼脸藤枝叶，竟然能让病毒进入休眠状态，这就是实战出真知啊！另一位物理学家看着手中发光的晶核，还有这个晶核，原本我们以为它只是某种生物结石，没想到它竟然是高密度的能量聚合体。这种能量结构完全违背了现有的热力学定律，在这里，物理定律似乎宽松了一些。我靠在门框上，看着这和谐的一幕，异界的诡异素材与地球的深厚工业基础的化学反应，绝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首长，力战带着浓重的机油味出现，现实那边送来的第一批昆仑外骨骼零件到，我们的工程师正在组装，您要去看看吗？走。
我快步来到一层的装备车间，这里变成了小型兵工厂，10几名机械师正围着3台银灰色的机甲忙碌。相比灯塔营地笨重的泰坦原型机，这3台昆仑安型外骨骼简直是艺术品。流线形态合金装甲，仿生液压结构，背后是陈教授缩小版的固态氢电池组，这就是昆仑。力战抚摸着冰冷的机甲，全重35公斤，最大负重150公斤，100米冲刺速度可以达到12秒，而且集成了最新的火控辅助系统，就算是一个新兵穿上它，也能轻松压住重机枪的后坐力，这就叫降维打击。我满意的点头，先装备给特战小队。我有预感，这种平静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了。腰间的对讲机响了起来，林寒，来一趟 P3实验室。苏婉难掩兴奋，那个东西做出来了。我与力战对视一眼，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拍了拍他，走去看看苏博士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惊喜。P3生物实验室，苏婉从冷藏柜中小心取出一只金属管，里面是淡蓝色的针剂，屏幕那头，陈国峰和赵建国神色肃穆，这就是钥匙。苏婉对着灯光晃了晃金属管，结合了2号药剂的诱导原理，以及我们刚发现的鬼脸藤抑制剂，再加上一阶晶核提取的纯净能量，安全性如何？陈国峰问。理论上是安全的。苏婉神色严谨，原本的2号药剂是暴力破解人体的基因组，强行透支生命力，但这只改良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把温和的钥匙，它不会强行打开基因组，而是通过补充高纯度能量，诱导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和微量强化。效果呢？赵建国更关心实战，没有狂暴那么夸张。苏婉评估道，预计能提升常人30左右的力量和耐力，反应速度提升20，最重要的是，它能大幅增强免疫系统，对 Z 病毒产生一定的抗性。也就是说，注射过这种药剂的战士，就算被丧尸抓伤，只要在1小时内处理，大概率不会变异。这是战略级的突破。陈国峰激动拍案，但是苏婉话锋一转，这毕竟是第1代实验品，我们需要1名志愿者进行人体临床试验。我来，我直接伸出胳膊，我是基地负责人，我有义务。胡闹！屏幕那头的赵建国厉声打断。林寒，你不仅是基地负责人，你更是双川门的唯一宿主，你的命是国家的，不是你自己的。别逞英雄！我收回了手。力战大步上前，正要脱外套，被我拦住。你也别动！我冷静地看着他。你是特战队长，是基地的最高战力指挥，在没有100%确定安全之前，我不能拿你的命去赌。那找谁？力战皱眉，去战俘营，把那个叫张虎的带过来，告诉他有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问他敢不敢要。我对蒋下令。5分钟后，曾经的黑钢突击手张虎满头大汗地站在实验室里。这支药剂能让你变强，也能让你死。我盯着他开门见山，成功了，你就是01号基地的正式战斗人员，享受双倍积分待遇。以前的是既往不咎，失败了，我们会给你立个碑。张虎喉结剧烈滚动，巨大的诱惑战胜了恐惧。首长，我干！他狠下一条心，坐上试验台。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开始吧！冰冷的针头刺入静脉，药剂推入一半，张虎发出凄厉的惨叫，他浑身肌肉疯狂抽搐，青筋暴起，如同火龙乱窜，心率160，血压爆表。苏婉手心紧握，他的身体素质不如厉队，反应更剧烈，按住他。特战队员死死压住他的四肢，他口吐白沫，疯狂挣扎，10分钟的痛苦如同地狱煎熬，直到抽搐停止，他像烂泥般瘫软，浑身通红，心率回落，体温正常。苏婉长按了一口气，成功了。张虎睁开眼，世界变得异常清晰，饥饿造成的虚弱被狂暴的力量填满。我感觉他猛地坐起，下意识攥拳，砰！不锈钢扶手被直接捏扁。卧槽！他自己吓傻了，力量提升约40。苏婉看了一眼数据，可能是因为他之前的底子比较差，所以提升幅度反而更明显。很好，我看着发懵的张虎，恭喜你，你赌赢了。从现在起，你是星火特战编队的一员。谢谢首长。他激动跪地猛磕。然而就在这时，剧烈的震动将桌上的烧杯摔得粉碎。警报！雷龙在广播里焦急咆哮：地下防御墙破裂！重复，地下防御墙破裂！有什么东西钻进来了？该死！就在军火库下面。我脸色巨变。军火库是基地的命门，看来我们的客人等不及了。我抓起对讲机，眼神冷冽。力战，带上你的特战队，穿上新装备。张虎，既然拿了好处，现在该你卖命了。是。力战杀气腾腾，扣上头盔。张虎抄起工兵铲，眼中凶光毕露。首长放心，谁敢动咱们的军火库，老子撕了他！地下军火库外围走廊里，坚固的防御墙底部赫然被撕裂出一个直径2米的大洞，洞口深处传来令人牙酸的利爪刮擦岩石声。各小组注意，建立扇形防线，盾牌手在前，火力组在后。力战穿着银灰色的昆仑安型沉稳下令。这台结合了异界能源与地球工业的机甲，充满了令人心悸的力量感。12名特战队员迅速封锁走廊，步枪稳稳锁定洞口。我也准备好了。注射了基因药剂的张虎气喘吁吁地跑来，手里提着一把重达50斤的巨型液压钳，此时却轻盈的像根烧火棍。别冲动，守住又一死角。力战瞥了他一眼，是。张虎咽了口唾沫，野性直觉告诉他，洞里的东西比任何丧尸都危险。洞口深处，密密麻麻的猩红光点亮起，热成像显示大量高能生物反应，数量30家，距离接触还有3秒、2秒，一道黑影如闪电般射出，直扑防线最前沿的力战。那是一只体型瘦长、没有五官的怪物，双手异化成了巨大的骨质利爪，稳住，放进了再打。力战大吼，机甲瞬间下沉，做出防御姿态，利爪狠狠抓在力战交叉的双臂上，巨大的冲击力让地面皲裂，但他一步未退，就这点本事，给老子滚！动力全开，力战右拳如同炮弹般轰出，咔嚓一声，怪物胸口塌陷，被直接轰飞回洞口。就是现在，压制射击，12支步枪交织出的金属风暴瞬间倾泻在洞口，有了外骨骼辅助，
住，突击步枪直接扣死扳机，露头的暗夜猎手瞬间被打成筛子。死吧！一名队员单手持枪扫射，单手换弹，几只漏网的怪物窜上天花板，试图绕过正面火力。又一天花板上，力战大声示警：“交给我！”张虎动了，他如发狂的公牛般冲上去，抡起巨型液压钳狠狠砸去。怪物的脑袋在半空中像烂西瓜一样炸开，另一只怪物在张虎的防弹衣上划出深深的口子，鲜血直流。但被基因药剂削弱痛觉的张虎反手捏碎了怪物的喉管，一钳砸断了他的脊椎。哈哈哈哈，爽！战斗持续了15分钟，直到洞口再无黑影冲出，枪声才渐渐停歇。尸体堆积如山，黑血没过脚踝。停止射击，保持警戒。力战举起拳头，他的机甲上布满了抓痕。换弹掩护，力战启动扫描模式查看怪物尸体，没有痛觉，骨骼密度是普通丧尸的3倍，而且似乎长期生活在地下，视觉退化，但听觉和嗅觉异常灵敏。他们的爪子上还有倒钩，适合挖掘。这是暗夜猎手。苏婉的声音从通讯器传来，我在黑钢的资料库里见过这种描述，他们是母巢的斥候兵种，专门负责挖掘地道和夜间偷袭。他们出现在这里，说明母巢已经锁定了我们的位置，说明受巢的主力已经不远了。力战看向深不见底的洞口，封锁洞口。他果断下令，工兵组上速干水泥，把这个洞给我堵死。另外，在墙壁里预埋震动感应雷，只要他们敢再挖，就送他们上天。是，我直接接入频道。力战感觉怎么样？报告首长。力战活动了一下手臂，装备性能优异，完全碾压，除了散热系统在持续高负荷下有点发热外，没有其他问题。至于张虎，那家伙是个天生的战士，够狠够硬，虽然没什么章法，但在乱战里是把好手。很好，我在指挥中心冷声下令，打扫战场，把金盒挖出来，一颗都别浪费。告诉所有人，这只是开胃菜，正餐还在后面。警报刚刚解除，凄厉的防空警报声骤然在基地上空炸响。这里是指挥中心，雷达侦测到地面防御圈外围出现大量高速移动目标。赵建国肃杀的声音传来，他们在试探我们的火力网死角。重复，他们在试探死角。由于恐慌蔓延，刚并入基地的灯塔幸存者陷入了极度崩溃。是那些怪物，他们追来了，没用的，围墙挡不住他们，他们会爬墙，会挖地道。闭嘴！警卫战士大声喝止，所有人待在原地，不要乱跑。这里是01号基地，不是你们的那个破营地。探照灯疯狂扫射外围废墟，几十只敏捷的黑影避开灯光死角，战术穿插着试图寻找突破口。报告 C 区3号少尉发现敌踪，他们速度太快，无法锁定。报告 D 区围墙下发现挖掘痕迹，他们想从这里突破。指挥中心内，赵建国冷笑，先是用地下挖掘吸引我们的主力，然后再用地面部队试探我们的防空死角和反应速度。这根本不是野兽，这是一支军队。苏婉脸色苍白，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大脑，这些暗夜猎手只是他的眼睛和触手。如果我们不能一次性把他们打倒，他们就会源源不断的送死，直到摸清我们的底牌。想摸底牌？赵建国嘴角勾起残忍的弧度，那就给他们看看什么叫底牌。他抓起通讯器，雷龙启动区域拒止系统，照明弹5发齐射，把天给我点亮，然后让路盾热身。是，5发照明弹瞬间将黑夜点亮如白昼，逼近围墙的暗夜猎手和半空中的腐肉飞龙无所遁形。基地的巨大炮塔掀开伪装，最新型近程防空反导系统，路盾3000登场，11管30毫米转管机炮，射速高达每分钟11000发，雷达锁定目标，火控数据解算完成。死吧！雷龙狠狠按下发射钮，连成耀眼火边的高密度无芯穿甲弹喷涌而出，如同死神的镰刀精准横扫。半空中的腐肉飞龙根本来不及惨叫，直接在5秒内被炸成了一团碎肉。火边下压，每秒180发的恐怖射速将地面的暗夜猎手连同掩体一起搅碎成渣。仅5秒钟的扫射，试探的怪物全部消失，只留下一地肉泥。枪炮掩息，幸存者们张口结舌，震慑于这神罚般的力量。这就结束了。一名原灯塔营地的守卫满面骇然，我们以前为了杀一只这种怪物要死好几个兄弟，那只飞龙我们连皮都蹭不破，他们5秒钟，这就是差距。老兵骄傲地拍了拍他，这就叫星火一体。雷达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在这里能用弹药解决的问题，绝不拿人命去填，习惯就好。指挥中心内，目标清除确认，雷达显示区域内已无高能反应，他们撤了。苏婉盯着屏幕，母巢切断了与这些斥候的联系，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地面强攻不可行，空中偷袭也不可行，那就逼他换个方式。赵建国深邃地凝视着夜空，告诉所有人不要松懈。既然试探结束了，那他接下来大概率会发动总攻。力战，让你的特战队抓紧时间休整。另外，苏博士刚提取的那些晶核，优先给张虎那批人使用。我们需要更多的强化战士。下一场就是真正的决战了。半个月后，海滨市昆仑科技工业园，深夜的园区灯火通明，巨大的钢结构厂房内，数百台数控机床汇聚成震慑人心的工业洪流。这里已是戒备森严的钢铁巨兽，外围狙击小组密布，内部全封闭管理。快，这批货必须在凌晨3点前装车。物流主管挥舞着调度单，对着搬运伪装成农业机械货箱的工人嘶吼。只有核心人员知道，这每一箱都是足以引发军事革命的昆仑单兵外骨骼。车间内3条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钛合金板材在机械臂的舞动下与异界固态氢电池组微型液压4伏电机完美组装。李总，最新的良品率报告出来了，2楼连廊上，年轻秘书激动地递上平板。昆仑2型量产版的良品率已经提升到了98%，现在的日产量可以达到50套，这在工业史上简直是个奇迹。50套，李默扫了一眼报告，眼神严峻，还不够，上面的命令是3天内我要看到200套成品送往那个地方。
这是死命令，3天200套，秘书倒吸凉气，那意味着我们需要将产能再提升30%。现在的机器已经是在超负荷运转了，那就加水冷、加润滑油。人歇机器不歇，李默猛地转身，这是军委直接下达的特级加急订单，任何人都别给我掉链子，每一套外骨骼都必须是完美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机器，他们是战士的第2条命。是，李默重新看向生产线，一台刚组装完毕的黑色机甲正灵活地做出奔跑跳跃动作。去吧，去创造历史吧！凌晨3点30分，5辆重型卡车在装甲车护送下驶出园区，直奔海滨市废弃地下停车场。01号前进基地内，地下广场的光门泛着幽蓝光芒，物资箱源源不断传送而来。我的天！张虎看着眼前整齐排列的银灰色战术机甲，嘴巴张大。从力战那种由焊缝拼凑的实验机，到眼前喷涂亚光黑战术涂层，覆盖蜂窝状柔性护甲的量产型，这就是真正的工业艺术品。这是你的。后勤官将一套外骨骼推到他面前。张虎，编号01025，根据你的体型和注射基因药剂后的力量数据，这是为你特制的重装突击型。重装型，没错，牺牲了一部分灵活性，但加强了正面装甲和负重能力。后勤官指着加粗的液压杆，它的出力是标准型的15倍，可以让你轻松挥舞重型冷兵器，或者单人操作重机枪。张虎颤抖着手抚摸冰冷的金属表面，穿上试试。力战换上了一套指挥官型外骨骼走了过来。是，系统启动，微弱的电流流过全身，张虎感觉身体变轻，力量在血管中奔涌，感觉怎么样？力战问道。我想打10个。张虎握了握拳，液压助力引爆空气发出鸣响。别急，有你打的。力战拍了拍他的肩胛，这批装备一共150套，优先装备给你们这批注射了基因药剂的新兵。从现在起，你们就是01基地的重装步兵连。他转身看向100多名钢铁战士，记住，这身装备是组织给你们的，穿上它，你们就不再是末世的流浪者，而是文明的捍卫者。我们的身后是2000多名手无寸铁的同胞，是01号基地，我们退一步，他们就是死路一条，明白吗？明白。怒吼声未落，刺耳的最高级别空袭警报撕裂了头顶。报告，雷达站的声音惊恐传出，远程对空搜索雷达侦测到大规模空中目标集群，方位030，高度2000，数量超过1万。重复，数量超过1万。力战抬头看向监控屏幕，数以万计的腐肉飞龙如黑色海啸遮蔽了星月。天啊，那是乌云吗？这就是你说的正餐吗？力战拉下面罩，红光一闪，全体都有1级战斗准备。重装步兵连跟我上地面，把那群鸟人给我打下来。地下指挥中心，数十块液晶屏幕亮起，报告，远程对空警戒雷达侦测到大规模异常信号，方位030，距离250公里，高度3000米，速度约每小时200公里。力战迅速调出作战地图，目标数量初步估算超过1万。操作员声音波动了一瞬，确认为腐肉飞龙群1万只。力战眉头紧锁，启动1级防空响应，通知红旗大队接敌。这根本不是战斗，而是一次工业化的害虫消杀。基地外围伪装网滑落，4辆红旗16F 防空导弹车昂起发射筒，相控阵雷达瞬间锁定200公里外的黑云，目标进入射程，距离70公里，全弹发射。收到，第一波次32枚导弹发射，几十枚导弹刺破夜空，70公里外的高爆破片在黑云中心绽放成死亡球体，数以万计的预制破片引发连锁反应，夜空中下起血肉之雨。第一波拦截确认击杀目标约1500单位，第2波导弹装填完毕，发射，第3波发射，5波导弹如同巨大的扫帚扫出黑云，幸存的飞龙冲过拦截网逼近基地10公里，却迎来了更绝望的火网，进入禁防区路盾3000解锁，自由射击，11管30毫米转管机炮咆哮，长达3公里的赤红火边撕裂夜空，每分钟11000发的射速编织出绝对死亡禁区，漏网的飞龙不需要惨叫，直接化作爆开的血雾。禁防区清理完毕，确认无存活目标，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1万只腐肉飞龙全军覆没。地面上，张虎看着天空中的烟花秀面面相觑，这就结束了。他摸着手中的炼巨剑，我还以为能活动筋骨呢。这就是现代战争。力战语气平淡，没有肉搏，没有热血，只有数据和清理。对于这些低阶变异体来说，他们甚至没有资格看到我们的脸。他转头看向废墟深处，真正的威胁还在后面。警报！雷达操作员的声音突然颤抖，侦测到高能目标反应，目标速度极快，他在贴地飞行，距离基地5公里，高度不足50米。大屏幕上，一个巨大的紫色光点冲出阴影。他之前一直利用低空杂波和漫天的飞龙尸体雨做掩护，直到逼近基地2公里处才突然拉升。这是有预谋的突袭，路盾锁定他，火边再度扫去。然而30毫米高爆穿甲弹竟在目标周身荡起涟漪，被一层厚重的暗紫色光晕完全弹开。能量护盾，苏婉惊呼。根据灯塔营地的研究资料，这是3阶变异体才具备的特殊能力，它们能够将晶核中的能量转化为生物力场，形成物理防护。强度如何？极高，至少相当于500毫米以上的复合装甲。探照灯下，一只翼展超过15米的巨型飞龙王显露真容，它扛着陆盾火力，眼中燃烧着战术思维的怒火，如紫色流星撞向基地。它在消耗护盾的能量，但按照这个速度，它完全可以在护盾耗尽之前冲到基地。坦克的仰角不够，无法锁定。雷龙在频道大吼，它飞得太高了，我们的主炮打不到。我看着逼近的光点，眼中冷光闪过。雷龙别急，力战在公共频道沉稳出声。既然导弹打不到，机炮打不穿，他画出预定接敌区域，准备启动 B 号截击预案，开启电磁重力陷阱。所有地面人员立即进入掩体。重装步兵连准备接敌，力战准备干活。
放他进来。力战锁定了那道紫色残影，既然他想玩斩首，我们就陪他玩到底；既然他想肉搏，我们就成全他。收到，重装步兵连已就位，我们会在基地广场等他。力战冷静回应。苏婉，分析一下他的弱点。是，护盾的能量来源于他体内的晶核，如果能够直接攻击到晶核，或者让他的能量消耗超过补充速度，护盾就会瞬间崩溃。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强的火力，或者更精准的攻击。理论上，125毫米坦克炮的穿甲弹应该能够击穿他的护盾。苏婉说道，但前提是他必须在地面上，或者足够低的高度，让坦克能够瞄准。那就让他下来。力战在主屏幕上画出一个红圈，目光如炬。既然他想玩斩首，我们就陪他玩到底。基地中央广场的硬化地面瞬间粉碎，庞大的紫色飞龙王降临。狂暴的飓风将物资箱吹得708落，他昂起头发出震慑灵魂的咆哮。紫色的树丛充满轻蔑与暴虐，但在他预想中的惊慌逃窜并未发生。广场四周死寂，冰冷的探照灯光柱死聚焦在他身上。数十名身披昆仑 I 型外骨骼的战士缓缓走出，手持未开刃的重型链锯剑或倒钩发射器。领头的力战活动了一下液压颈椎，欢迎来到地狱。飞龙王似乎听懂了挑衅，愤怒嘶吼，长满倒刺的尾巴如工程锤般带着音爆扫来。散开！力战大吼。液压泵瞬间爆发，将它向右弹射出数米，巨尾在钢筋混凝土上抽出半米深的沟壑。动手，别让它飞起来！4根特种合金钢索如同毒蛇般射出，死死卡在飞龙王的翅膀骨骼缝隙中，另外2根缠住他的后腿。飞龙王疯狂挣扎振翅，拉住他，给老子拉住他！张虎怒吼，外骨骼力量开到最大，钢铁双脚在地面离出火星。另外3名战士也死死拽住钢索，4人总出力超过5吨，但在3阶兽王面前依然不够砍。飞龙王猛地振翅，瞬间将4人拽离地面。该死，力量差距太大了，这畜生起码有几十吨的推力。张虎悬在半空咬牙，那就给他加点料。滋啦！力战启动链锯剑，借助喷气辅助跃起，如炮弹般直冲飞龙王没有鳞片覆盖的腹部软肋。飞龙王张开血盆大口，喉咙深处亮起紫光，小心，他要喷吐酸液。苏婉在通讯中尖叫，来不及了！力战双臂护身硬抗，噗！浓稠的紫色酸液瞬间将他淹没。滋滋滋，装甲冒出滚滚白烟，警报疯狂作响，警告，装甲完整度下降至60，警告，外部传感器失效。队长，张虎眼眶欲裂，松开一只手，咬开高爆手雷拉回来，砸向飞龙王脑袋。吃屎吧你！手雷在飞龙王眼前爆炸，强光和冲击波让他短暂失明，酸液喷吐被打断，力战重重摔落在地，依靠坑坑洼洼的外骨骼依然顽强地站了起来。我没事，他被激怒了，机会来了！飞龙王彻底暴走，收拢翅膀如重型坦克般发起冲锋，要将这群虫子踩成肉泥。大地颤抖，但无一人后退，因为真正的王即将登场。侧面机库阴影中传出沉闷的上膛声，履带碾压声响起。3阶生物的直觉让飞龙王猛地顿住脚步。一辆冷硬厚重的钢铁巨兽驶出阴影 ，ZTZ-99 为主战坦克，他那根125毫米高压滑膛炮，在不到50米的距离死死指着飞龙王的脑袋。听说你的盾很硬，我在通讯频道冷冷开口。穿甲弹，一发装填。飞龙王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疯狂调动能量，紫色护盾增厚1倍，开火。炮口风暴吹飞碎石，1700米秒初速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脱膛而出，在绝对的动能面前，号称能挡30毫米机炮的紫色护盾如薄纸般破碎。穿甲弹贯穿飞龙王胸膛，将晶核所在的位置轰出前后透亮的大洞，紫血与内脏喷洒一地，残余动能在身后离出深坑。飞龙王动作定格，紫光暗淡，庞大的尸体轰然倒地。乖乖，这就是口径的正义吗？悬在半空的张虎呆呆咽了口唾沫。苏婉长出一口气，我在指挥中心站起身，这就是我们要的样本。通知回收组把晶核挖出来，那是我们通往3级的门票。另外，今晚的宵夜给重装连加2个鸡腿。是。硝烟散尽，苏婉穿着白色的生化防护服，用高频激光切割刀在焦黑的血肉中小心挖出一块深邃的暗紫色晶体，它内部仿佛封印着星域，能量脉冲让空气轻微扭曲，辐射读数很高，但能量极度纯净。它的能量密度起码是2阶晶核的10倍以上。如果能解析它的结构，我们对固态氢电池的研发将会有质的飞跃。我走到他身边，接过铅衬容器，辛苦了。不过他的第一使命不是电池，而是钥匙。走吧，让我们看看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样的大门。地下光门大厅，我拿出那枚深紫的3阶晶核，光门感应到能量，蓝涡剧烈旋转，发出震动基地的嗡鸣，检测到高阶能量核心。3阶检测到基地能量储备充足，满足升级条件，是否立即升级？是。晶核化作紫光没入漩涡中心，无形波动扩散，光门迅速扩张至10米见方，足以让主战坦克并排通过。蓝色中掺杂尊贵紫衣，边框浮现未知的荧光符文。双穿门系统 LV3，尺寸10×10米，冷却时间5，维持常开状态消耗降低50。新增功能，开启随身空间，解锁1000立方米的亚空间仓库，绝对安全。时间静止。副空间门可在异界指定位置开启一扇副门，与主门直接相连，实现瞬间物资传输。环境净化立场以光门为中心，半径5公里范围内自动净化空气中的病毒与辐射，压制低阶丧尸的活性。随身空间终于来了，我尝试将铅核收放，过程不到1秒，
随时装下几十辆坦克的随身军火，彻底解决了后勤梦魇。但这远比不上第二项的战略价值——副空间门。有了它，我能直接将传送门开到资源点脸上。林寒，你看这个！苏婉盯着检测仪惊呼，光门周围的辐射指数在急速下降，而且空气中的病毒浓度也在降低。这扇门它在净化环境，这叫环境净化立场。从今天起，01号基地周围5公里将是这片废土上唯一的净土。我们可以考虑把防护服脱掉。我微微一笑，这简直比地球上最高效的空气净化塔还要强上100倍。如果范围能扩大，会有那一天的。我打断他，眼神坚定地看向身后的战士们，传令下去，立刻扩建地下车库。我们要迎接更多的大家伙。既然门变大了，那么地球那边的重型工程机械和更大的杀器也可以进场了。第二，让参谋部重新制定作战计划。我们的下一个目标不再是简单的清扫周边。我点了点地图西北角的红色区域，这里是红石峡谷。据灯塔营地的资料记载，这里蕴含着丰富的稀土矿脉以及一种名为红石的高能半生金矿。陈国峰教授那边传来消息，地球对固态氢电池的逆向工程遇到了瓶颈。我们可以造出电池，但无法解决高能状态下的稳定性问题，导致无法小型化。而这种红石就是天然的完美稳定剂，只有拿到它，我们才能真正量产军用级的高能电池，给昆仑外骨骼装上真正的心脏。我又指向市中心，而这里是天穹大厦。海山是曾经的最高建筑，拥有最完整的战前科技数据和超算中心。苏婉若有所思，这2个地方极具战略价值，但代价太大，以我们目前的兵力强行推进。以前是这样，我自信地勾起嘴角，但现在有了副空间门，距离不再是问题。我们要去红石峡谷插个眼，把那个矿区变成我们的后花园。海滨市幸福家园小区地下3层0号基地，这里是国家接管光门后建立的第一个前进基地。经过3个月紧急扩建，已形成一座由重型铁路直连军库的庞大地下要塞。核心区巨大的光门泛起涟漪，苏婉迈步而出，她穿着深蓝色的长服，唯有眉宇间透着挥之不去的疲惫。欢迎来到地球，苏博士。我靠在金属台边，抛着车钥匙，笑着打招呼。苏婉贪婪地嗅着空气，在异界01号基地，无论防护墙多厚，外面永远是辐射尘埃和腐烂尸臭，压得人不敢用力呼吸。而这里，哪怕是地下室的灰尘味也是甜的。各项指标正常，未携带病毒。检测仪亮起绿灯，得益于 LV3光门的净化立场，繁琐的消杀被省略了。先去更衣室换身衣服吧，既然是度假，就别穿得那么正式了。几分钟后，苏婉换上了白色毛衣与浅蓝牛仔裤，这是她12年来第一次脱下作战服。电梯上行，数字从3跳到1，我察觉到她紧张地抓紧了衣角。门开了，没有警报与嘶吼，涌入耳膜的是充满活力的喧嚣。王大爷，您的狗别乱跑啊！妈，今晚吃什么？我想吃红烧肉。推开单元门，正午的阳光倾泻而下，刺得苏婉眯起了眼。小广场上，孩子们在追逐，老人在下棋，金毛犬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远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这幅普通的冬日午后画面，在苏婉眼中却是天堂。眼泪毫无征兆地夺眶而出。在异界，植物是吃人的，生命是惨叫的；而在这里，生命是自由的，那是太阳。他伸出手，指缝间露出的暖意融化了他血液里积压12年的寒冰。是啊，太阳。我站在他身旁轻声说，不用担心辐射，不用担心酸雨，也不用担心突然冲出来的变异体。在这里，你可以在太阳底下睡觉，直到自然醒。谢谢。他哽咽着，声音颤抖。如果不过来，我都快忘了世界原本是这个样子的。我递上纸巾，静静地陪着他。这里才是我们的灵魂锚点。良久，苏婉止住眼泪，我们并肩坐在长椅上，旁边的小情侣正大声刷着手机。卧槽，你看新闻了吗？华为和比亚迪发布了昆仑技术新电池，手机续航1星期，电车续航2000公里。怪不得石油股票跌成狗了。哎，我们要不要去抢一台首发？苏婉愣住，转头看向我，那是我们带回来的固态氢电池技术的青春版。我压低声音笑道，副产物技术已经足够让地球科技迈进一大步，这就是和平的意义吗？他喃喃自语。对，我们把那边的噩梦带回来，转化成这边的奇迹，用那个世界的资源来守护这个世界的烟火气。苏婉沉默许久，忽然露出了12年来最轻松的笑容。林寒，带我去逛逛吧，我想喝奶茶，全糖加冰。我哑然失笑，做了个请的手势。你要的全糖加冰奶茶。我将冰凉的握杯递给他。苏婉满足地吸了一口，感受着口腔中炸开的甜蜜，好甜。在那边，糖是管制物资，而且永远没有冰块。他看着杯中旋转的冰块，眼神有些恍惚。你知道吗？在灯塔基地，我们连制冰机都没有，即使是最热的夏天，也只能喝温水。我们走到商业区的露天座位，他盯着那些推着婴儿车的老人，眼神温柔又感伤。孩子，他轻声说着，在那边已经很少能看到婴儿了。在灯塔基地，如果发现孕妇，所有人都会让出最好的资源，因为每一个新生命都是希望。但即使这样，12年来，基地也只出生了3个孩子，其中2个还没满月就夭折了。我沉默着，这种痛苦非言语能解。走吧，带你去商场逛逛。半小时后，海滨市最大的购物中心，苏婉如雕塑般僵住了。货架上堆积如山的鲜艳水果，冷柜里整齐的鲜肉，还有游动的活鱼。这都是真的。他拿起一个苹果嗅了嗅，那是清新的果香。在那边，这种无污染的水果只有高层能享用。
而在这里，他们就这样随意堆在路边。看到理货员将稍有磕碰的草莓扔进垃圾桶，苏婉的拳头死死攥紧，呼吸变得压抑，太奢侈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有多珍贵。如果在那边，为了这几颗草莓，可能会死10个人。他不忍再看，转头走向日用品区，几十种品牌的洗发水，香气四溢的沐浴露，让他想起灯塔基地那用动物脂肪和草木灰做的肥皂。这些东西真的能吃吗？他指着琳琅满目的零食问。当然，为什么这么问？在那边，所有的食物都要经过至少3遍病毒和辐射检测才能入口。我们来到5楼美食广场，浓郁的烤肉和火锅香气扑面而来。看着年轻人一边刷手机一边抱怨肉太肥，苏婉眼中的痛苦一闪而过。太奢侈了，在那边能吃饱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我看进他的眼睛，语气严肃，我们才要把那边的噩梦带回来，转化成这边的奇迹，用那个世界的资源来守护这个世界的烟火气。苏博士，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苏婉沉默许久，那股守护这一切的冲动在他心中疯狂涌动。林寒，他猛然抬头，眼神坚定如铁。我不玩了，带我去红石峡谷。这么快？我有些意外，不是说好放松1天的吗？我已经放松够了。他掠过落地窗外的万家灯火，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盯着我。比起逛街，我现在更想看到那些红石被运进实验室，只有那些东西才能守住这里的灯火，也能点亮那边的黑夜。我收起玩笑，整理衣领，向他伸出手。如你所愿，首席科学家阁下，为了彻底解决高能电池的稳定性问题，我必须在异界的红石峡谷建立资源点，而第一步便是在地球端的3号特种仓库确立空间锚点，这里就是副门的地点。我拍了拍冰冷的墙壁，记录下坐标。好，这边的准备工作完成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去异界把这扇门的另一头打开。力战习惯性的核对装备，直升机编队已经就绪，按照计划，我们将从01号基地起飞，空中突防128公里，直插红石峡谷。那就出发吧。我迈过光门，异界停机坪上，3架直20与2架5直10正撕裂荒原的宁静。登机，我带着精锐小队利落升空。苏婉站在地面，神情满是担忧。苏博士，你在这里等我的消息，等副门一开，你就直接从门过去，安全又快捷。目标红石峡谷，高度1500，保持无线电静默。出发，5架战机直插北方，下方云影掠过腐肉飞龙的轮廓，机舱内气氛肃杀。注意，下方云层有飞龙群，飞行员沉声预警。不用担心，力战靠在座椅上，我们不仅涂了防雷达涂层，还喷洒了苏博士研发的驱兽喷雾，只要不主动招惹，他们不会发现我们。40分钟后，赤红色的地表如凝固的鲜血般出现在眼中。发现目标区域，下方有大型生物活动迹象，建议先进行火力清场。批准。我看着下方盘踞的影子下达指令，5直10的火箭弹瞬间洗地，在岩甲巨蜥的哀嚎中，我们所向着地。我快步走向那一面绝佳的峭壁，系统设置锚点 B。幽蓝色的光门在异界的荒原上赫然洞开，背后正是地球那明亮的仓库。通道建立成功，我抹了一把汗。立队，让大家伙过来吧。99而主战坦克的履带直接碾碎红石，不到5分钟，坦克编队已列阵完毕。黑洞洞的炮口锁定深处，尘烟中，数头体型巨大的岩甲巨蜥咆哮着冲出，试图捍卫领土。看来原住民不太欢迎我们。我冷笑着退到装甲后方，各车组注意，自由开火。125毫米滑膛炮展示了绝对的统治力，领头蜥蜴瞬间碎成肉渣，剩余的同类在30毫米机炮的金属火网中被彻底撕碎。安全确认，苏博士可以过来了。苏婉越过光门走入红石峡谷，看着爆表的矿石，毒素呼吸急促。天啊，纯度比我想象的还要高，这种能量密度，哪怕不用来做电池，直接当做高能炸药都够了。有了这些，不仅是电池，我们甚至能尝试复刻那边的能量护盾技术。必须尽快在这里建立封闭实验室，黑域和辐射可不会等我们，那就放手去干。我指着身后不断涌出的工程车，这里将是我们新的起飞点。回归基地后，一张勾勒海山市死亡红区的全息地图摆在了指挥中心。根据灯塔营地的资料，天穹大厦是海山市灾变前的科技中心。苏婉指着那座被尸潮包围的孤岛，地下3层是超算中心，地上80层，其中第50和60层是生物实验室，第70和80层是能源研究所。最关键的是，大厦内部有一套独立的能源系统，核聚变发电站，理论上可以维持基本运行，但问题是我们怎么进去？核聚变，力战神情凝重。苏博士，您确定吗？那可是可控核聚变。苏婉点头确认，如果能够拿到那套设备的技术资料，地球那边那就更要拿到它了。我低声道，面对几百万丧尸的防线，常规突进无异于送死，不能强攻。重装营营长力战指着基座外的工业区，我们要用更直接的方法。然后呢？我追问道。然后，力战脸上露出一丝铁血冷笑，申请调动轰炸机，从机场起飞，投放燃烧弹，把整个市中心烧成灰，那就全部烧掉。用凝固汽油弹、白磷弹，把整个死亡红区变成一片火海。但天穹大厦，苏婉眉头紧锁。大厦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而且有独立的能源系统，理论上可以承受高温。而且我们不需要把整座城市都烧掉，只需要清理出足够的安全通道，然后派地面部队进入大厦。那飞行变异兽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建立防空阵地。力战的手指在地图上游走。这次行动不是小规模突袭，
息，而是一次完整的军事行动。我们要在异界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基地，那需要多长时间？苏婉问。王公，你来说说。赵局开口说道。根据无人机侦查，那片工业区面积约2平方公里，如果投入2个工程营，使用重型机械，预计需要3天时间清理和平整跑道。但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如果遇到大规模丧尸干扰，可能需要更长时间，那就加强防护。赵局看向重装营营长力战，你的重装营负责外围警戒，务必确保施工安全。明白。那整个行动周期呢？苏婉问道。5天。王公计算得很快。5天。力战深吸一口气，批准行动。为了核聚变技术，这个险值得冒。行动代号烈焰，批准执行。赵局拍板定案。3天后，原本荒芜的工业区已化作钢铁跑道。通过 LV3 的光门，一批批拆解的战机零件被送来并火速组装。机库内，6架挂满地狱套餐的轰6K 露出獠牙。报告指挥官，机场建设完成，机群组装完毕，随时可以起飞。很好。力战站在指挥塔台，一切准备就绪，是否批准执行轰炸任务？批准执行。赵局下达最后指令，通知飞行员登机。收到。巨大的引擎声响彻荒原。这里是雷霆编队，准备起飞。批准起飞。6架轰炸机与8架歼16呼啸升空，直指海山市。目标确认，海山市中心，死亡红区。空中突遭飞龙拦截，注意，前方发现飞行目标，数量约30只，识别为腐肉飞龙，正在向我方接近。收到。护航编队准备拦截，不要让他们靠近轰炸机。力战冷声应对。明白。锁定目标，准备开火。PL-15导弹在超视距外编织成死亡火网，2分钟后，威胁在无人之境烟消云散，威胁清除，继续护航。很好，已进入目标空域，开始投弹。收到。投弹准备。投弹，数百枚凝固汽油弹如暴雨落入市区，轰鸣声中，死亡红区化作了熔岩炽烈的火海，黑烟吞噬了苍穹。报告，第1轮投弹完成，目标区域温度上升至800摄氏度。继续。力战语气冰冷，把所有丧尸都烧成灰。轰炸轮番洗地整整1天，直至黄昏。原本盘踞百万丧尸的魔窟已成焦土。报告指挥官，目标区域清理完成，预计丧尸存活率低于1%。很好。赵局盯着屏幕说道。力战，地面部队可以进场了。次日，装甲车队穿过犹带余温的废墟，抵达天穹大厦。4组人马迅速分散，力战带人乘备用电梯直插80层，那是能源研究所的心脏。找到了。力战推开实验室大门，能量护盾发生器与碳基芯片静静躺在保险柜内，赶紧扫描数据，打开它们。切割器切开了最后的屏障，超算中心的数据已经全部拷贝，生物实验室的样本已经收集完毕，能源研究所的设备图纸已经扫描，核聚变发电站的核心数据已经下载。力战看着手中沉甸甸的芯片与图纸，深切感到人类力量的回归。任务完成，准备撤离。指挥官，预警机雷达在150公里外侦测到大规模飞行目标反应，正在高速接近。车队刚驶出废墟，通讯频道便炸响了空管中心的惊骇警告，通报目标特征。力战冷静下令，雷达屏幕已经一片红了。不是飞龙群，这种回波更密集更细碎，是施救，至少有10万只。10万只，这个数字让车厢内空气凝固。随队专家脸色惨白，那是带剧毒的尸腐生物，一旦闻到血腥味，就会像疯狗一样不死不休。歼16编队还有多少弹药？力战问道。弹药已耗尽，车队距离12公里，全速需15分钟，预计8分钟后接触，7分钟的时差足以判死刑。没有导弹也没关系。力战眼神狠厉。歼16编队执行牧羊犬战术，他们是野兽，不是军队。力战冷冷道。既然是野兽，就会害怕雷声。万米高空，8架战机猛然俯冲，各机注意，打开加力，超音速通场。恐怖的音爆如天雷砸下，超音速激波震碎了先头施救的内脏，10万只兽群的冲锋阵型瞬间崩溃。干得漂亮！地面防空营营长挥拳，但这只能拖延。兽群短暂混乱后，再次在嗜血本能下咬住车队，车队全速前进，不要管队形。力战死死抓着扶手下令，距离100公里，进入红旗16F1最佳拦截射程。第1轮齐射发射，24枚导弹在黑云中心空爆，成百上千只施救坠落，但几万只幸存者依然穷追不舍。距离15公里，进入路盾3000有效射程，开火，为车队提供火力掩护。4条长达数公里的火边编织出绝对死亡网，每分钟11000发的射速将试图吞没车队的黑潮成片抹除。零星漏网的施救撞击着指挥车顶，仿佛密集的冰雹。跑道两侧的双35高炮随即打出集束弹药，构建起最后一道无法逾越的钢珠墙。近3万具尸体的代价终于让兽群崩溃，车队冲入机场大门，力战推门下车，脚踩在厚厚的黑红肉泥上，呼叫塔台。燃油告急请求降落，准许降落。我看着降落的8架战机，对身边震撼的苏婉说：“这就是你要的钢铁风暴，在绝对的火力密度面前，数量没有任何意义。”我明白了。苏婉点点头。以前我们只想着怎么躲避，但现在我知道该怎么赢了。走吧，回地球。有了这次的数据，下一批送过来的就不仅仅是防空炮了。2天后现实世界，这就是核聚变的原型机图纸。王老院士激动的双手颤抖，眼镜片反射着屏幕的蓝光，不仅是图纸，还有完整的实验数据和核心材料配方。我指着数据流，有了这些，我们完全可以在3个月内造出第一台可运行的微型核聚变反应堆。3个月，王老摘下眼镜，擦拭着眼泪。如果按照我们原本的进度，至少还需要30年啊！林寒同志，你这是给国家带回来了一个未来啊！这意味着我们将彻底摆脱能源的束缚，意味着我们的工业产能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意味着我们在国际博弈中将拥有绝对的底牌。王老言重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
我们还有碳基芯片、城市 AI 系统，这些技术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业体系。国家已经成立碎石计划专项组，由我亲自挂帅，调集全国最顶尖的专家，全力攻关这些技术。不管缺人、缺钱还是缺设备，只要你开口，国家全力支持。目前最紧缺的还是红石。我沉吟地说道，固态氢电池技术升级，以及未来可能研发的高能武器，都离不开这种高能稳定剂。虽然我们打通了红石峡谷的通道，但开采量还是跟不上，这个你放心。王老信心满满的说道。工程兵部队已经进驻了，上面下了死命令，就算是把那座山挖空，也要保证原材料的供应。我点头看向窗外，工业园已化身巨大的工地，国家的战争机器正在为了另一个世界的总攻全速运转。